全民进入养蛊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付出寿命开启蛊罐。有人运气极佳，直接开出春秋蛊逆转时空；还有人开出剑仙蛊，当场化身剑仙无敌于天下。而前世身为人类火种的你，竟意外找到一个奇怪的无色蛊罐，且开启不需要任何东西。可在你将它打开后，下一刻就被一只浑身猩红的蛊虫洞穿脑袋。堂堂7转强者的你，竟被一只神秘蛊虫秒杀。而当你再次醒来时，居然发现重生回到30年前。你当即怀疑自己的重生跟蛊虫有关。可具备时空之力的蛊虫只有春秋蛊，也被称为春秋蝉，但春秋蛊不是红色的。而就在这时，你忽然感觉心头一动，见状你连忙查看自己的身体，只见你心脏此刻趴着一只虫子，正是那只浑身猩红十分诡异的蛊虫。下一刻，系统声音响起：寿命蛊，品阶神话，等级1转，2转条件1000年寿命，能力吞噬寿命。听到这，你心脏猛然一颤，这居然是传说中的寿命蛊，与气运蛊、命运蛊、春秋蛊等并列蛊界23蛊之一，即便在前世也没有任何人拥有。相传只要掌控了寿命蛊，就等于掌控了无尽的寿命。而在这个开蛊罐需要寿命的世界，拥有了寿命蛊就等于拥有了一切。但你现在却没有多少时间喜悦，因为2个月后，这座城市将会被一场灾难摧毁，到时候全世界都将会陷入各种危机。而就在这时，前面朝你走来了一群乞丐，看见他们，你想起前世的一些记忆。上一世你被校花柳如烟诬陷偷拍，导致被学校开除赶出宿舍，之后你被迫带着白色蛊罐来到这巷子。这些乞丐见你是学生，不但抢走了你身上的白色蛊罐，还将你打了个半死。若非被路过的好心人相救，你早就惨死在街头。望着这群乞丐，你邪魅一笑，前世你们欠的账，这一世就用你们的命来赔吧。你将蛊罐从口袋拿出，上面刻着一个数字10，这代表着需要10年寿命才能打开这个蛊罐。可你正要打开时，眼前忽然弹出一个窗口，一只1转火焰蛊，品阶白色，炼化后可操控火焰，无任何危险。见状，你心中顿时一惊，这难道是蛊罐的提示信息？你心脏猛地一颤，如果这要是真的，那可是天大的 bug。为了验证真假，你没有犹豫，立刻选择开启。而就在你触碰到蛊罐的瞬间，下一刻蛊罐顿时绽放出一道耀眼白光，底座上正立着一只火红色蛊虫，宛若一团火源，散发出炙热火焰，正是火焰蛊。你欣喜若狂，这提示居然是真的。蛊罐绽放的白光瞬间吸引了乞丐们的注意，他们目露凶光，手拿棍棒朝你围了过来。为首的人一副残忍的表情：小子，交出蛊虫，不然我们敲爆你的脑袋。可对此你却冷冷一笑。这群乞丐果然还和上一世一样。下一刻，你体内强大的精神力涌入蛊罐，而为首的乞丐见状顿时一慌，不好，他在炼化蛊虫，快阻止他，不然我们都得死。乞丐们闻言瞬间急了，纷纷拿起武器朝你砸来。此刻他们只有一个想法，杀了你。可看着他们，你却感觉像是在看慢动作一样。拥有7转强者精神力的你，即使没有蛊虫也能轻松猎杀他们，更何况此刻你已经成功炼化蛊虫了。下一秒，一股炙热火焰冲天而起，你宛若一个火人一般，整个身体都燃烧起来。强大的精神力正在超负荷使用火焰蛊，你随手一挥，火焰瞬间将他们吞没。火焰中的乞丐们拼命的求饶，发出痛苦的惨叫：不要杀我，我们再也不敢了。听着这话，你只感觉想笑。上一世你也求饶过，主动交出了蛊罐，但还是被打了个半死。很快他们就被火焰活生生烧死了。你来到乞丐们的尸体中间，当即催动起了寿命蛊，随后一缕缕淡绿色的丝线从乞丐体内飘出，融入了你身体，成功吸收110年寿命。这个数字你很满意，8个乞丐就有这么多寿命，不愧是顶级的23蛊之一。寻常蛊师想要增加寿命，需要炼化一种名为兽虫的蛊虫，不仅消耗时间，还十分消耗精力，跟寿命蛊完全没有可比性。你思索了一会儿，想到蛊罐商店里的进化蛊，如果能得到进化蛊，就能在2个月之内成就4转蛊师。进化蛊为传说级蛊虫，在蛊虫录中排名第88，拥有能让其他蛊虫进化的能力。运气好的话，能直接让这只火焰蛊进化成更强的蛊虫。不过当下最重要的是要找个住的地方。之后你来到了一家3星级酒店，在酒店洗了个澡后的你浑身舒展，打开电视机，里面播报的是全球新闻。脑海中关于这个时期的记忆不多，你需要全方面了解一下。欧洲尼斯湖疑似发现传说中的水怪可操控天气，一名水属性6转蛊师前往探索，如今已下落不明。太平洋百慕大三角出现一片特殊地带，依稀间可以看见一座地下古城从水下升起。岛子国富士山疑似有喷发迹象，有人在火山口发现一只恐怖狰狞的火焰巨兽。华夏各地出现72异种，疑似为曹操墓，进入条件未知。你看这些新闻若有所思，这几个在前世全都是难度极高的险地，而曹操的72异种却是一场天大的机遇。曹操的72异种在半年后将会全部瞬间开启，但却只有一个异种是真的能唤醒曹操。但当时进入墓穴的蛊师们并没有选择唤醒，而是让曹操继续长眠，因为他们不敢赌。没人知道复苏后的曹操对人类是福还是祸，但你却知道曹操复苏将会镇守华夏，华夏那些天才少年也不会被提前扼杀。想到这，你嘴角微微扬起，这一世也该让曹老板出来玩一玩了。至于世间的少妇，为了拿下商店中那只蓝色品级的进化蛊，你决定先去把前世的一个小机遇拿回来。前世在一次逃命的过程中，你意外在银河市郊外的老树下发现一个绿色蛊罐，一个绿色蛊罐市场价10万银币。有了这一桶金，对于拥有提示的你来说，完全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赚钱。开罐拿下价值100万的蓝色蛊罐，自然也是手到擒来。于是刚洗完澡还穿着酒店睡衣的你，在酒店前台诧异的目光中出门了。路过小巷口时，你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隶属于清道夫组织的李冷。清道夫属于官方组织，专门为城市驱散入侵的各种凶兽与怪物。前世正是他在小巷里救了奄奄一息的你，再次遇到救命恩人，自然要上前打个招呼。李队长晚上好啊，兴致这么好，大晚上在这里杀人呢？这些小乞丐们死的可真惨。李冷回头看向你，
嘴角忍不住一抽道：“没事，早点回去。这附近有邪蛊师流窜，在你七转强者精神力的隐藏下，李冷并没有在你身上感受到任何蛊虫的气息，便没有怀疑。”闻言，你立马给他敬个礼道：“好的，李队长，我这就回去。”走远后，你才开始吐槽：“你才是邪蛊师，你全家都是邪蛊师。郊外并不在银河市的安全范围内，路上很可能遇到凶兽怪物什么的。”思索了一会，你决定先提升一转火焰蛊的实力。一转火焰蛊是很常见的蛊虫，战斗力不算强也不算弱，所以二转的条件也很简单，只需要10年寿命。一般来说，除非是确定了蛊虫的进化路线，否则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进化低级蛊虫。一是因为低级蛊虫级别2转，提升也并不算大；二是因为寿命的珍贵，没人愿意用寿命来培养一只随时丢弃的蛊虫。但寿命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数字，如今你还有121年的寿命，完全够用。你打开信息面板，选择进化，随着减少的10年寿命注入到火焰蛊体内，火焰蛊全身猛然爆发出一阵强大的火光，身上的火焰更加炙热，一道火焰纹路缓缓定格在背部。二转火焰蛊进化成功，你用精神力感受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虽然火焰蛊的提升并不算大，也没有获得什么新的能力，但火焰的强度比之前足足提升了1倍。1个小时后，你终于来到前世记忆中的那棵老树下。前世的你因为被追杀，才误打误撞来到这里。如今过去30多年，你早就忘记挖蛊罐的具体位置，你围着老树转了转，发现了一处颜色不一样的土壤，似乎刚被人挖掘过。你试探性的挖了挖，果然从里面挖出了一个绿色蛊罐，正是前世的那个。你有些疑惑，难道这是刚刚才刷新出来的？没有过多纠结，你将目光聚集在绿色蛊罐上，下一秒蛊罐上就显示出提示，这个蛊罐中藏着一只一转隐身蛊，炼化后可以拥有隐身的能力。你内心十分激动，绿色蛊罐中竟然开出了蓝色品质的蛊虫，而且还是十分珍稀的隐身蛊。要知道，即便是在蓝色蛊罐中，想要开出隐身蛊都十分困难，一只隐身蛊市场价最少都是500万银币，而且还是有价无市。一想到前世的自己将它卖了，还贱卖成10万银币，就想抽自己大嘴巴子。没有丝毫犹豫，你直接花费100年寿命打开，下一刻一股蓝色光芒瞬间从罐中绽放出来，一只身体半透明的蛊虫立在中心。可正当你准备炼化时，一个壮汉突然跳出来对你愤怒道：“老子刚刚埋下去的，撒个尿的功夫你就给老子挖了！”闻言，你这才反应过来，这蛊罐不是野生的，难怪那土的颜色不一样。那个壮汉此刻正满脸愤怒地盯着你，他的腰间还缠着一个巨大的蜈蚣，这是天蜈蚣蛊。你眉头微微皱起，天蜈蚣蛊，蓝色品阶战斗型蛊虫，拥有着致命毒液，在蓝色蛊虫之中的战斗力也是数1数2，而且看样子这只天蜈蚣蛊似乎有着3转实力。3转后的天蜈蚣蛊可以召唤蜈蚣法相，战斗力极强，要是真打起来，你的火焰蛊绝对会被秒杀。你摸了摸头，有些尴尬道：“那个，我说这是个巧合，你信吗？”你有种偷东西被人抓住的感觉。而壮汉自然不相信，只见他目光凶狠地怒骂道：“巧合你个旋转溜溜球！说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的？”壮汉此刻浑身都是杀气，要不是你精神强大让他看不透，他早就动手了。你嘴角一阵抽搐道：“这真的只是个巧合而已。”巧合吗？那你现在将罐子还我，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话的同时，壮汉身后还浮现出一道巨大的蜈蚣虚影，一股阴冷与邪恶的气息直接压向了你。很明显，光头男刚刚也看到了蓝色光芒，看着蜈蚣虚影，你眼睛微微一眯，果然是已经达到3转的天蜈蚣蛊，只是身体还没完全变绿色，没有进化出毒牙毒爪，说明没有到达4转。壮汉闻言十分震惊，他没想到你竟一眼就认出了天蜈蚣蛊，甚至还说出了天蜈蚣蛊的特性。到现在他也没听过有其他人炼化过天蜈蚣蛊，他的每一次培养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的。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天蜈蚣蛊的？听到这话，你故意装作一脸不屑道：“蓝色品阶的天蜈蚣蛊而已，知道不是很正常吗？”壮汉闻言满脸黑线，很正常。自从他得到天蜈蚣蛊后，在网上查阅了无数资料，却没有一点有用的东西。网上发帖求助，还被无数网友追着问天蜈蚣蛊是什么，他都觉得全世界可能只有自己拥有天蜈蚣蛊。今天是他第一次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天蜈蚣蛊，虽然十分震惊，但他还是强行压住内心的好奇道：“就算你知道又如何？要是不还给老子，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闻言，你摆了摆手道：“不可能，这是我在树下挖的，属于野生的蛊罐。”壮汉听到这话瞬间暴怒，气得浑身颤抖。他已经决定了，不管你是什么底细，先打一架再说。见壮汉就要动手，你连忙继续开口道：“罐子我不能给你，不过我可以送你一场机遇，让你步入4转之境的大机遇。”壮汉闻言心头猛然一震，他已经待在3转整整10年，要是真能够4转，别说一只蓝色蛊虫，就是倾家荡产他也愿意。你要是真能让老子4转，绿色罐子送你了，老子还欠你一个人情，怎么样？外加一滴天蜈蚣蛊的核心毒液，毕竟这可是4转的大机遇。天蜈蚣蛊的核心毒液价值不菲，失去一滴都能让天蜈蚣蛊的战斗力直接下降。这种特殊材料在市面上几乎绝迹，属于真正的有价无市。壮汉直接摇头拒绝，这绝对不行。天蜈蚣蛊一共都才有几滴核心毒液，壮汉的反应在你意料之中。如果我能让天蜈蚣蛊4转，那他还会缺少毒液吗？听到4转，壮汉身体一颤，要是真能够4转，就算全部毒液交出也不亏，反正4转后所有亏空的都会补回来。犹豫片刻后，壮汉同意了，要是你真能让我4转，我可以给你毒液，但是你要先说方法。天蜈蚣蛊的4转最主要条件是需要一株紫色品质的毒液草，以及3000年寿命。壮汉闻言心头一震，这是资料面板提供的天蜈蚣蛊的4转方式，而要想知道这个信息，就必须先拥有一只3转的天蜈蚣蛊。你面色平静的继续开口：“我也清楚这套方案条件十分苛刻，毒液草作为毒属性的高阶转殖材料，市场上根本就有价无市。”壮汉强行压下心中波动道：“你知道就好。所以呢？所以我还有另一套天蜈蚣4转的配方。前世你曾经击杀过一个5转拥有天蜈
蜈蚣谷的古尸。从对方的战利品中，你看到了天蜈蚣谷4转的另外一种方式。壮汉闻言瞳孔微微一震，蛊虫并非只有一种进化方式，这在古尸界也并非是什么秘密。他强行压住躁动的心道：“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配方是真的？”闻言，你咧嘴一笑，用手指了指天：“我不需要你相信，天相信就可以了。”接着你双手掐诀，随后你大声宣布道：“天地为证，无记录补充配方。”话音刚落，下一刻一道恐怖的金色大雷响起，无数的金色闪电照亮了整个夜空。紧接着你的面前就出现一张金色的纸和笔，这是天地的能力，只有真正的配方才会得到天地的认可，如果是假的配方则会记录失败。看着眼前的金色异象，壮汉瞪大了眼睛。他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帖子，传闻只有6转以上的强者才可以让天地为证记录配方。看着壮汉的反应，你嘴角微微上扬。前世你成就过7转强者，精神烙印还印在灵魂之中，自然可以做到这一点。天蜈蚣谷4转配方：3只地蜈蚣骨，1只毒蜈蚣骨，2颗毒麦草，配以1000年寿命，可使天蜈蚣谷4转。随着记录完成，纸上出现了一道金色烙印，这也代表成功得到了天地的认可。随后你转手将纸张递向壮汉，这下你相信了吧？壮汉激动的浑身颤抖，同时心里一阵后怕。这般能力，要么对方是一个6转强者，要么就是拥有橙色记录类蛊虫的绝世天骄，并且身后大概率有着一个十分强大的势力。这种天才怎么可能没人保护？壮汉咽了咽口水，浑身战栗不止的想到，自己要是刚刚真的动手，恐怕已经没了吧。下一秒，壮汉直接拿出匕首，捅在天蜈蚣骨的腹部，将全部的毒液都挤在了瓶子里。随后他恭敬地对你递出了瓶子，大佬，这是我送你的见面礼。这时壮汉态度十分诚恳，你没想到壮汉直接将天蜈蚣骨给榨干了，越看越顺眼，这壮汉可以处啊。前世要不是有这壮汉埋的绿色古罐帮助，你早就死在了银河市里。说到底你还欠壮汉一个人情。接过毒液后，你将配方交给了壮汉。壮汉拿到配方后无比激动，正抬起头想要表示感谢，却发现你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见此他顿时一愣道：果然是个高人呐，消失得这么快，我连一点气息都感受不到。看着手里的配方，壮汉浑身颤抖地流出了眼泪。小朵，爸爸终于有机会给你报仇了。然而壮汉并不知道，其实你并没有走，只是隐身了。那么长的时间，你早就炼化了那只隐身蛊。看来壮汉也是个有故事的人，配方就当做还你人情了。银河市的古尸大街全长1500多米，在这里古尸能买到一切需要用到的日常用品。你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开蛊罐，尽量多开出一些强力的蛊虫，提升自己的实力。虽然目前你有着3只蛊虫，顶级红色品阶的寿命蛊、蓝色品阶的隐身蛊和白色品阶的火焰蛊，但这3只蛊虫之间的相性不好，彼此无法发挥出什么化学反应。再加上你还没有向天帝申请蛊师级别评定，所以严格来说，你还只是一个不入流的蛊师，连1转都算不上。你比较好奇的是，重生后拥有7转蛊师精神烙印的你，重新突破到1转蛊师，天帝是否还会降下奖励？天帝的奖励只有在每个蛊师转职的时候才能领到，领到的奖励通常都是十分珍贵，甚至许多都是在现实世界中绝对得不到的。思索之间，你来到了一家古罐商店，刚进来，一个十分性感的女店员立即迎了上来。尊贵的顾客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您需要导购服务吗？闻言，你立即摆手表示拒绝，而店员小姐姐见状也十分识趣的退下了。随后你便开始在货架上挑选起了古罐，货架上大部分都是白色和灰色的古罐，以及少量的绿色古罐，只有最核心区域摆放着一个蓝色古罐。你将目光聚集在这些古罐上，一个个信息开始弹跳出来。灰色古罐，这里面有一堆没用的土壤，营养价值不高，连花都种不了。白色古罐，这里面有着一坨大粉，打开后你将会被臭到。白色古罐，这里面有着一只水滴蛊，品阶白色，是最初级的战斗蛊虫。灰色古罐，这里面有着一只毒蜂，速度极快，打开后你将会被折伤，有可能身死。白色古罐，这里面有着一只死亡蛊，开启后你将会瞬间死亡。你越看表情越古怪，这家店的老板祖坟是被人挖了吗？一大堆古罐中几乎都是带着负面效果的，最关键的是白色古罐中居然能开出死亡蛊。死亡蛊是古罐中最恐怖的蛊虫没有之一，通常都是在蓝色的古罐之中，是每个开罐人心中的噩梦。当古罐开出死亡蛊的瞬间，死亡蛊就会进行判定，50%的概率生或死，如同抛硬币一样，将生死完全交给命运。不管你是几转蛊师，只要死亡蛊的判定是死，那么你就会当场死亡，没有任何反抗余地。思索了片刻，你伸手将白色古罐拿了起来，如果运用得当，这未必不是一个让敌人惊喜的大杀器。接着你又拿起装有水滴蛊的白色古罐，水滴蛊与火焰蛊的价值相当，大概30万银币，将火焰蛊和水滴蛊全部培养到3转以上，就可以尝试将二者融合。虽然二者看起来水火不容，但就是这种相互冲突的力量，却有极小概率合成进化为一个更强的蛊虫。绿色品阶的水火蛊，水火相互交融的力量，战斗力极强。接着你又来到了绿色和蓝色古罐区域，无数信息再次出现在面前。绿色古罐，这里面有一只大香肠，品阶灰色，美味可口的战备粮食。绿色古罐，这里面有着苍老的力量，开启之后你将立即变得苍老，减少20年寿命。绿色古罐，这里面有一种疾病，它会为你带来疾病，只是简单看了几眼你就满头黑线。这店长该不会是什么先天倒霉圣体吧？苍老、疾病、厄运，这种狗看了都摇头的罐头，全都被他买了回来。难怪这家店这么冷清，一个人也没有。要不是自己能看见提示，多半是走不出这家店了。你强忍着耐心看完了全部，终于在
在里面发现了几只还算不错的蛊虫，一只万年兽虫，炼化后能直接增加1万年寿命。寻常蛊师增加寿命的唯一方式便是炼化兽虫，价值至少1000万银币。一只蓝色品阶的剑蛊，高攻击力的战斗型蛊虫，杀人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价值最少在500万银币。还有一只绿色品阶的电流蛊，价值80万银币。随后你带着9个蛊罐来到收银台前结账，一个蓝色蛊罐100万，5个绿色蛊罐50万，3个白色蛊罐3万，9个蛊罐一共花费了你153万银币。此时你卡上有着300万银币，完全够用。来之前你本打算出售一滴天蜈蚣蛊的毒液换取银币，但在路上竟遇到了一个受伤的3转女蛊师，于是你顺手用7转强者的精神力治好了蛊虫，而他也给了你300万的治疗费。同时这也让你发现了另一条快速的生财之道，职业制蛊师。为蛊虫搭配规划诊断其实一直都是一种行业，一些有名气的大师要价通常都是上千万起步，而你作为曾经的7转强者，绝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师。想到这，你对店员问道：对了，你们店里回收蛊虫吗？回收的先生，我们全都以市场标准价回收。先生，您有多余的蛊虫要出售吗？你点了点头。你打算将9个蛊罐中2只对你没用的蛊虫出售掉，毕竟拥有神之眼的你开蛊还需要花钱，那对你是一种耻辱。原本你打算买完蛊罐后再去贫民区逛逛，顺便找几个穷凶极恶的乞丐搞点寿命花花，现在有了万年兽虫，就暂时先饶他们一命吧。如今你还有11年寿命，刚好可以开启白色蛊罐。随后你拿起白色蛊罐，在注入了10年的寿命后，蛊罐中顿时闪烁出耀眼的白光，一只肥胖的虫子浮现在眼前，身上有着10圈肉轮，每一圈都代表着1000年的寿命。一旁的女店员见状立即捂着自己的嘴巴，激动的直跺脚。万年兽虫啊，竟然是万年兽虫！先生您欧了，1个月了，终于有人在我们店里开出好东西了。听到这话，你嘴角一阵抽搐。你们店里1个月没出货了？店员小姐姐十分激动的点头。是啊是啊，这1个月来，我们店铺的每一个顾客都是大败而归，甚至还有2个顾客直接死在了店里。一位顾客开到爆炸虫，直接被炸死了；还有一位顾客开到了鳄鱼，刚出门就摔死了。你越听越觉得晦气，这家的老板祖坟一定是被人挖了，这也太邪门了。1个月没出货就算了，还死了2个人。看着你古怪的眼神，店员小姐姐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巴。我们店铺的运气好像开始变好了呢。您看，您都开出了万年兽虫，价值最少1000万银币，应该不会想把其他的蛊罐退了吧？店员小姐姐心底忐忑不安，要是店长知道因为她的碎嘴导致价值100多万的蛊罐被退掉，她一定会被骂死。闻言，你笑着摇了摇头，放心吧，我不会退的。说不定先前的人把坏罐头都挑走了，现在只剩下好罐头了。炼化万年兽虫后，你又拿起了一个绿色蛊罐，随着100年寿命的注入，蛊罐中猛然爆发出一阵绿色的光芒，接着一只浑身弥漫着雷电的蛊虫出现在眼前。看到这一幕的店员小姐姐彻底傻眼了。电流蛊，市场价值80万，先生您竟然又欧了？难道店里的厄运真的消失了？店员小姐姐无比激动，下一秒竟原地跳了起来。我终于不再是厄运店铺的店员小姐了，今后这里将会是幸运店铺。接着你又连续开了3个绿色蛊罐，绿色品阶的储物蛊可以储存物品，初始空间只有1立方米，市场价值150万银币。绿色品阶的小莓蛊，女生炼化后可以变漂亮，并且毫无整容痕迹，市场价值100万银币。绿色品阶的大力蛊，炼化后可以增强自身力量，市场价值80万银币。一旁的店员小姐姐人都看妈了，身体激动的浑身颤抖。难道店铺里不好的蛊罐都被人买走了，剩下都是高品质的好蛊罐？要不自己拿出全部身家也去买个蛊罐试试？剩下的蛊罐你打算回去再开？毕竟开的太多容易被人怀疑。你将大力蛊和小莓蛊递了过去，这2个蛊虫市场价多少？先生，小莓蛊100万银币，大力蛊80万银币，一共180万银币。说话的同时，店员小姐姐眼里无尽的羡慕。这位先生买蛊罐才花了150万银币，现在反而还要给他180万银币，直接净赚30万银币。而且他手中还有一只价值1000W 的万年兽虫，以及一个还未开启的蓝色蛊罐，简直是欧皇啊！先生，谢谢您的惠顾，您是我见过最幸运的人，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的。听后你嘴角微微上扬，接着你又简单逛了几个其他商店，得到了2个比较不错的蛊虫，一只蓝色品阶的隐秘蛊可以屏蔽气息，一只绿色品阶的奔跑蛊可以增加移动速度。除此之外，你还买了一些蛊虫进化所需要的材料。可你手中的银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达到了2000多万。至于电流蛊也被你直接卖掉，因为它对你合成蛊虫没多大帮助。如今的你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蛊罐商店里的高阶蛊罐太过稀少，就连蓝色蛊罐都没有几个。至于更强大的紫色蛊罐，你更是一个都没看到。这是因为紫色以上的蛊罐几乎全部都被各大势力所占据，就算他们没有足够的寿命开蛊罐，也不会让蛊罐在市面上流通。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垄断，目的便是限制野生蛊师变强。毕竟有势力的蛊师通常还会受到约束，没有办法肆无忌惮地施展内心的恶。但那些野生蛊师一旦成为了邪蛊师，又有着足够的高级蛊罐开启，那对这个世界而言才是巨大的危险。一流大势力的话，主要有清道夫、阎王殿、仙阁。清道夫是官方组织实力最强，全9州每一座城市都有着分局，是资源最多、地位最强的，但缺点就是太奉献了。要是真面临着凶兽攻城什么的，清道夫一定是最后一个撤退的。至于阎王殿和仙阁，缺点就是高阶蛊师的一言堂，下面的人就算得到了什么强大的蛊罐和蛊虫，被上面的人看中后就必须得上交。思前想后，你还是决定加入实力最强的清道夫。上一世为了高阶的蛊罐就加入过清道夫，至于那无私奉献的是鬼才会去做。不过当下更重要的是先提升实力，现在材料和蛊虫都齐全了，是时候该融合水火蛊了。水火蛊的融合进化之路开启，如今你一共拥有着8只蛊虫：红色品阶的寿命蛊、蓝色品阶的隐身蛊、隐秘蛊剑蛊、绿色品阶的奔跑蛊
骨、储物骨，白色品阶的火焰骨、水滴骨。这8只蛊虫的搭配还算是比较合理的，攻守兼备，还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与手段。天地评级应该不会太低，其中隐身骨和隐匿骨让你拥有了极强的保命能力，以及潜伏和暗杀能力，搭配上剑骨也算得上一名优秀的刺客。想象一下，当你隐身之后，屏蔽掉气息，找到目标之后，用剑骨这么一捅，这谁能顶得住？没有防备下，就算4转蛊师都得含恨而亡。但你对刺客并没有什么兴趣，与其暗杀，你更喜欢直接碾压的快感。所以目前最让你重视的是火焰骨和水滴骨。如果先将这2只蛊虫培养到4级，然后再合成进化，就能直接得到一个4级的水火骨。水火骨作为绿色蛊虫中 T0级别的战斗元素，蛊虫一旦4级，你的战斗力将会呈直线上升。这样合成也能节省无数材料，度过前期的虚弱期。想到如此，你连忙打开资料面板，选中火焰骨，点击进化，是否确定进化？火焰骨进化所需1颗烈焰果，100年寿命。你没有任何犹豫，立即选择是。随着烈焰骨和寿命消失，一股炙热伴随着寿命的力量出现在火焰骨的体内，瞬间让火焰骨体内的气息变得躁动起来，同时这股力量也在净化着它的身躯。很快，火焰骨体内就爆发出一阵恐怖的火光，直接将天花板都烧穿了。你神色平静地看着它烧，烧就烧吧，反正你也快离开这家酒店了。3级火焰骨进化完成，没有任何停歇，你选择再次进化。在你7转强者的精神力辅助下，虽然进化的时间长了一点，但也是轻松撑了过来。进化成功，一只4级的白色品阶火焰骨，实力已经不弱于一只1级的蓝色战斗蛊虫，但这并不是你想要的极限。你又将目光望向了水滴骨。与暴躁的火焰骨不同，水滴骨性格温顺，进化自然更加简单一点。1分钟后，水滴骨也成功进化到了4级，同时也让你付出了1100年寿命，这也让你有些肉疼。要不是有能吞噬寿命的寿命，你绝对不会选择进化。2个白色品阶的蛊虫进化完毕，接下来你们2个该承受更强的考验。合成之前，你拿出了几十个鲜活的蛆虫给火焰骨和水滴骨喂了喂，毕竟有着90%的概率进化失败，失败也就意味着死亡。要是到死都没吃过一顿饱饭，那可真就太可怜了。水火骨虽然只是绿色品阶蛊虫，但4级的水火骨能力将会发生质的改变，这和你之前玩的自走棋游戏有点相似。一个3星的白色英雄一样可以暴揍更稀有的1星蓝色英雄，甚至紫色英雄。接着你再次打开了天地的信息面板，在合成之前，你还往里面加了许多中和水火之力的材料，再加上你的精神力辅助，极低的概率多少也能提升一些。顷刻间，一团光球出现，直接将水滴骨和火焰骨包裹了进去。火焰骨和水滴骨在这瞬间都有些紧张，接着他们仿佛也意识到了什么，他们望着彼此的眼神中充满了敌视。愤怒水火本身就是相克的，现在要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他们自然不愿意。正因为如此，水火骨即便是在前世，那也是十分稀少的蛊虫。就在此时，你精心准备的药材发力，光球中开始散发出一股祥和温柔的中和之力，中和着火焰骨与水滴骨之间互相抗衡的力量。见状，你连忙动用体内的精神力，开始安抚着火焰骨和水滴骨。渐渐的，2者的身体开始化作一团气体，融合在一起，最终一只全新的蛊虫出现了。恭喜合成成功，得到绿色品阶稀有蛊虫水火骨。水火骨的身体一半是蓝色，一半是红色，水与火的力量在水火骨内达成了完美平衡。你心情也十分激动，连忙打开资料面板。蛊虫水火骨品阶绿色，等级4级，能力水与火，技能1流水之焰，可以释放出具备极度炙热的流水之焰。在拥有着极度高温的同时，流水之焰还具备着流水的属性，一旦被烧中，将会造成流动湿身潮湿效果，如屈复古，难以扑灭。技能2焰水，由炙热火焰疯狂加热所浮现出来的高温焰水，焰水之中具备着火焰的特性，高温炙热燃烧。技能3水焰爆超负荷的压缩，运用水与火的力量，让水与火不断的融合压缩，使其变得不稳定，最终造成强大的爆破。看着水火骨的信息，你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3个技能全部都可以造成范围效果，一旦施展起来，一死就是一大片。想到这点，你又有点想去岛国旅游了。接下来该进行蛊师天地评级了。天地评级后的蛊师都能获得各种天地奖励，甚至是天赋和高阶的蛊虫，你也不知道自己会被评为几级蛊师，因为精神力并不在评级范围内。你掐动法诀，一阵金光在你身上闪过，检测到1级寿命骨品皆红色，鉴于其特殊性，暂不加入评级选拔范围之内。检测到蓝色骨阶1级隐身骨、1级隐秘骨、1级剑骨，品阶出色，搭配合理，评级为1级蛊师，可走刺客路线。检测到绿色品阶4级水火骨，战斗能力极强，继续评级，评级为2级蛊师，最终评定结果为2级蛊师。您完成了跳级检测，连升2级，本次评级将会降临2次天地奖励。1级天地奖励称号迷雾之人，迷雾之人称号将为你遮掩天机，屏蔽因果，让天下所有人神看不穿你的前世今生。2级奖励神级天赋觉醒是杀者，你是一个真正杀人不眨眼又无比喜欢杀戮的恶魔。天赋技能1，每次杀人都将永久性增加身体各项属性。天赋技能2，你可以施展出杀戮立场，让周围所有人置身在你的杀戮立场之中。杀戮立场内，你的能力大增，对手将陷入恐慌，实力大减。每一次杀人都将增强你杀戮立场的强度。冷却时间24小时，每一次施展完杀戮立场后，都将进入到虚弱状态之中，持续8小时。就在你震惊还未回过神时，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你怎么也没想到，连升2级后得到的天地奖励，竟然是一个称号和一个神级天赋。正当你沉浸在无比喜悦中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你心中立马警觉了起来。你好，我是你隔壁的邻居，我们早上见过的。一听到这个妩媚的声音，你瞬间想起来了早上你出门的时候看见的那个穿着黑色
斯身材高挑的美女古尸，你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昨晚她在隔壁练了一晚上的高音。要不是你刚重生心态好，早就过去把他们嘎了。你微微眯起眼睛开始思索，大半夜的过来是想来探讨人生吗？这显然不可能。一个古尸深夜造访，肯定是非奸即盗。想到这里，你嘴角不自觉地开始上扬，笑容中压抑不住的兴奋和期待。今天你还没杀人呢。你将房门打开，露出和善的笑容。美女你好，要不要进来坐坐呀？漂亮女人面色一震，刚开门就这么主动吗？她见过色狼，但很少见过这么恶的。漂亮女人展颜一笑，看来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呀。全九州每一座城市都有着分局，是资源最多、地位最强的，但缺点就是太奉献了。要是真面临着凶兽攻城什么的，清道夫一定是最后一个撤退的。至于阎王殿和仙阁，缺点就是高阶古尸的一言堂，下面的人就算得到了什么强大的古罐和蛊虫，被上面的人看中后就必须得上交。思前想后，你还是决定加入实力最强的清道夫。上一世为了高阶的古罐就加入过清道夫，至于那无私奉献的事，鬼才会去做。不过当下更重要的是先提升实力，现在材料和蛊虫都齐全了，是时候该融合水火蛊了。水火蛊的融合进化之路开启，如今你一共拥有着8只蛊虫：红色品阶的寿命蛊，蓝色品阶的隐身蛊、隐秘蛊、剑蛊，绿色品阶的奔跑蛊、储物蛊，白色品阶的火焰蛊、水滴蛊。这8只蛊虫的搭配还算是比较合理的，攻守兼备，还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与手段，天地评级应该不会太低。其中隐身蛊和隐秘蛊让你拥有了极强的保命能力以及潜伏和暗杀能力，搭配上剑蛊也算得上一名优秀的刺客。想象一下，当你隐身之后，屏蔽掉气息，找到目标之后，用剑蛊这么一捅，这谁能顶得住？没有防备下，就算4转古尸都得含恨而亡。你自己找死就怪不得我了。女人体内猛然散发出一阵古怪的气息，空气中渐渐开始弥漫着粉色的迷雾。你眼神一凝，果然是情欲蛊。情欲蛊的战斗方式就是迷惑对手，一旦对手中招，便会立即深陷美妙的情欲幻境之中，最终在幻境之中被榨干精气，化作一具干尸。然而你却神色平静，毫无反应。想要对付你美人计，绝对是最愚蠢的方式。就算没有7转古尸的强大精神力，你也不会陷入到这种低级的幻境之中，因为你是个冷血无情的恶魔，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不受影响？漂亮女人一脸的难以置信，以往每一次她动用情欲，对方都会立即陷入到幻境中，然后露出恶心的表情，任由她摆布。这一次竟然失效了，你眼神中带着不屑。区区蓝色品阶的欢愉蛊而已，橙色品阶的色欲蛊都动摇不了我分毫。前世你遇到过一个极度美艳妖娆的女人，对方完全是纯天然的，而且还拥有传说中的色欲蛊。即便面对这种尤物，你依旧稳如泰山，坐怀不乱，一度让对方怀疑人生。你怎么知道我炼化的是欢愉蛊？难道你是清道夫的人？漂亮女人开始慌了，连忙用精神力探查周围，但并没有发现有人埋伏。现在还不是，不过杀了你之后我就是了。你打算将这个女人作为加入清道夫的投名状？女人听后表情变得十分难看，找死！难道你以为我只有欢愉蛊吗？只见她头上开始长出耳朵，身后也长出了一条棕色的尾巴，双手的指甲也瞬间变长，闪烁着锋利的冷光。棕狐蛊品阶蓝色，战斗时可以使自身化身成为一只棕狐，反应速度大增，灵活无比，可以一边魅惑着敌人一边战斗。还好只是最低级的棕狐蛊邪蛊师，果然都不简单啊！蛊化的漂亮女人死死地盯着你，声音冰冷。没猜错的话，你刚刚在房间里炼化蛊虫，刚成为蛊师吧？现在我就让你知道2级蛊师的力量。真巧，我也是2级蛊师呢。漂亮女人冷哼一声，完全不相信。下一秒，她身体猛然动了起来，伸出长长的利爪，直接抓向你的心脏。你催动体内的奔跑蛊，侧身闪避了过去，还顺手摸了摸女人的狐狸尾巴，毛茸茸的，还挺软。那个，你可以多长点毛吗？我想用来做个围巾啥的。闻言，女人瞬间暴怒，再次朝你抓了过来。与此同时，她也开始催动着另一只蛊虫泥香蛊，一股白色的烟雾迅速扑向了你，单腿一点，再次闪避了过去。如果你只有这种实力的话，那我可就要开始杀死你了。下一秒，你的双眸开始变色，一只火红宛若火焰般燥热，一只蔚蓝宛若水滴般清澈。接着，你双手上出现了2道火焰，一道极度寒冷的蓝白色火焰，一道极度炙热的火红色火焰。望着一脸呆滞的女人，你微微一笑，我还是第一次运用这只蛊虫战斗呢。作为我的第一次，这是你的荣幸，希望你死得开心。看着这十分诡异的画面，漂亮女人开始慌了。女人的第6感告诉她，这个东西很危险，等等我们可以谈谈。然而你并没有理会，好不容易有一个火把子送上门来，你怎么可能放过？接着你双手缓缓靠近，2种火焰碰触的一瞬间，一股恐怖的威压自你双手之中向着4面8方扑去，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此时的漂亮女人浑身都在颤抖。疯子，这是个疯子，难道他不怕把自己也炸死吗？漂亮女人彻底怕了，转身就想要跳窗逃跑，但这时已经晚了，水火的力量已经完全融合在了一起。你猛然朝着女人丢去，水火化作的莲花火焰迅速冲向了女人，她完全来不及逃跑，就直接发生了爆炸，整个房间都被炸得七零八碎，到处都是红色和蓝色的火焰。至于漂亮女人瞬间被炸死，5脏6腑全部粉碎，死的不能再死了。你自己都感到无比惊讶，这水焰爆的威力这么强吗？你只是错了一个小小的火莲，竟直接秒杀了一个2级邪蛊师。看着一片狼藉的现场，你嘴角不自觉的抽搐，你发誓你绝对没想把人家的酒店炸了，这纯属是个意外。接着你来到女人身边，开始吸收寿命，成功吸收寿命1312年。与此同时，你的神级天赋嗜杀者也开始发动作用，你的力量、肉体强度、精神力各方面都得到了一定增强。然后你拿起酒店电话呼叫前台上来给你换个房间。当前台小妹看见房间内惨状时，双脚瞬间软
软了。墙呢？我的墙呢？联想到之前听到的那巨大爆炸声，前台小妹心底更加害怕。这个变态竟然闲着没事炸墙玩。看着店员小妹吃惊的表情里，你丝毫没有一点尴尬。这个房间不小心着火了，给我换一间吧。房间的损失会有人赔偿你们的。你已经决定加入清道夫了，所以这屁股自然要由清道夫擦。虽然你卡里现在还有着2000多万，但白嫖这种高贵的品质可不能丢。前台小妹脸色苍白，连忙点头。好好的先生，这一层刚打扫出来一间，您右转第3间就是房卡，就插在门上。对了，那里还有一具女人的尸体，是我杀的。现在你马上去报警，说有邪蛊师在这里，让清道夫派点有分量的人过来。听到你的话，前台小妹下意识回头望去，接着便是一阵鬼哭狼嚎的尖叫。叫什么叫？赶紧去报警啊！前台小妹连忙捂住嘴巴，看你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邪蛊师，这个男人果然是个邪蛊师，他竟然在酒店里杀了一个女人，女人浑身赤裸，生前肯定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前台小妹连忙仓皇逃离了现场，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你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前台小妹浑身颤抖地跑回前台报警。卫士清道夫骂我这里有邪蛊师，他不仅把酒店房间炸穿了，还杀了一个女人，女人浑身赤裸，可能被那个，还有是他叫我报警的，我不确定他是否布置了陷阱，请快点来救救我吧。另一边接到报警后，清道夫立即重视了起来，4个小队4级蛊师的队长加上组员，共计上百名蛊师全面出动。市区居民多，哪怕明知有陷阱，他们也必须上，这是清道夫的使命。另一边躺在床上正悠哉看着新闻的你，完全不知道整个银河市的清道夫都过来了。5分钟后，几十辆警车从4面8方而来，带队的正是前世救过你性命的李冷。发现邪蛊师战斗地点酒店9楼，按照原定计划，我带领第1分队深入探索，其他分队在周边警戒，随时准备支援。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你之前居住的房间。看着一片狼藉的场景，经验丰富的李冷很快做出了判断，这里有着欢愉谷和水火谷的继续，敌人实力很强，要小心。墙边的那具尸体应该就是受害者了，先不用管，先去把邪蛊师拿下。几人小心翼翼地来到你现在居住的房间，就在他们准备破门而入时，你打开房门走了出来，露出自认为很和善的笑容。哈喽，晚上好啊！你们精神力强大的你，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他们的到来。李冷几人全都被吓了一跳，表情骤变。经历过无数战斗的他们十分清楚，一般敌人这么微笑着出现，通常代表着他们中计。几人没有任何犹豫，同时驱动蛊虫，身上爆发出5颜6色的光芒，第一时间制服了没有反抗的你。你有些蒙圈。等等，李队长，你们这是干嘛呢？李冷眼神微微眯起，瞬间想到昨晚小象跟他打招呼的，原来是你。昨晚你出现在胡同里，果然不是一个巧合。没想到你这个邪蛊师竟然隐藏得这么深。你嘴角微微一抽，我是邪蛊师队长，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听到此话，你气得差点吐血。李冷看着你这副模样，也感到有些不对劲。如果对方是邪蛊师的话，为什么会主动被他们擒住？我给你30秒的时间解释一下。无奈你只能将今晚的事情全都说了一遍。几人听完都陷入了沉默。那个银蝶，你去看一下现场。很快银蝶就检测完毕。队长，那个女人还真是邪蛊师，女人体内有着欢愉谷、迷香谷、宗虎谷的气息残留，一切都和他说的一样。李冷几人的表情一阵尴尬，抱歉，是我们误会你了。此时你也反应了过来，为什么这样？一定是那可恶的前台小妹乱传消息。李冷忽然想到了什么，你炼化了水火谷对吗？应该有3级了吧？是的，但不是3级，是4级，4级的水火谷。李冷几人全都有些惊讶，水火谷十分特殊，在绿色蛊虫中战斗力是 T0级别的，甚至与3级蓝色战斗蛊虫的战斗力都不相上下。不知道你身后有没有势力？如果你愿意加入清道夫的话，那些邪蛊师的功劳就可以算在你的头上。清道夫内部的奖励是很丰富的，就算你身后有势力，也可以考虑退出，我可以帮你去交涉。如今清道夫实在太缺人了，现在遇到这样一个强大的战力，而且这么年轻，潜力巨大，李冷怎么可能会放弃？虽然你早就打算要加入清道夫，但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你表面依旧神色平静。加入清道夫有什么好处吗？我身后并没有势力，见你有些兴趣，李冷立即承诺到，根据你的战力评估，加入后我将可以许诺你直接成为3级清洁工，月俸10个蓝色古罐或1个紫色古罐，以及1000W 银币。另外，这次事件的功劳也会记在你头上，你能得到一笔不菲的积分，可以在内部换取一些市场买不到的东西。清道夫内部对于清洁工的评级划分为1至5级清洁工，其中5级最低，1级最强，1级之上又分为特级、超级、王级。一般像银河市这样的地级市，3级清洁工就已经算是很高的职位了。一般3级清洁工都是3级蛊师，李冷也仅仅是2级清洁工。银河市的清道夫的局长也只是1级，你心里很清楚，自己作为一个2级蛊师，这已经是李冷能做主的极限了。你微微一笑，向前伸出右手，李队长，我愿意加入，我叫顾文。你怎么也没想到，各个小队的队长为了争抢你一个2级蛊师，竟当众使出了美人计。当你跟着李冷等人走出酒店时，一个身材高挑、长相漂亮的女人一脸惊喜地迎上前来。顾文大师，你怎么在这里啊？顾文大师，经过你的治疗，我的疾风谷已经完全好了，我真的需要好好的谢谢你了。说话的正是2分队的副队长3级蛊师叶子清。所有人都一脸诧异地看着2人。顾文大师，这是什么特殊的称呼？叶子清看着周围队友疑惑的目光，连忙将白天发生在蛊师大街的事情说了一遍。原来他就是当街辱骂神医柳千画氏庸医，还暴揍了林氏集团的大公子的那个神秘人啊！李冷等人更加惊讶，他们没想到你不仅战斗力水平高，还是个医术水平高超的蛊医，那我们这不是捡到宝了吗？李冷当即当众表示道。顾文现在已经是清道夫的人了，无论柳千画
和林氏集团想做什么，我清道夫都接着。林氏集团里虽然有着4级古尸，但李冷从未将什么柳千化和林氏集团放在眼里。一分队的10位也嘎嘎一笑，感动我清道夫的人，脑袋瓜子都给他打放屁。一分队的叶维斯也露出和善的笑容。我那些珍藏的烈性炸弹，如果埋在林氏集团大楼的地基下，应该会很有趣吧？其他清洁工们听了全都笑了起来。既然加入了清道夫，那就是一家人了。什么所谓的林氏集团和柳千化根本无人在意。你听后心里也不免有一丝感动。清道夫的内部氛围确实很融洽，虽然他们大多数人2个月之后都会战死，但你打心里还是很敬佩他们。2分队队长此时走上前来，你好，我是第2分队萧瑟4级古尸，你刚加入清道夫，应该还没有分队吧？不知道对我们2分队有没有兴趣？萧瑟一边说着，一边指着一旁的叶子清。叶子清大美女就是我们2分队的副队长，也许你们可以多交流交流。一个战斗力强的古一，要是加入他们2分队，那他们分队将会直接起飞。叶子清也连忙露出友善的笑容。顾文大师，你如果愿意加入我2分队，我可以给你当向导，好好介绍一下清道夫内部的情况，这方面我很擅长。1分队的10位顿时就急了，别以为只有你们2分队有美女，我们1分队的银蝶就不漂亮了吗？3分队的王猛轻咳2声道，或许我们3分队更适合他，我们有一个36亿的。王猛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萧瑟和10位恶狠狠的眼神打断了。眼看着几人就要打起来了，李冷连忙出声制止，你们在争什么？顾文的归属问题还要看局长的安排。好了，今晚的行动结束了，都回去吧。待到其他分队都走了之后，李冷忽然对你开口道，那个如果明天局长问你想加入哪个分队，希望你能尽量选择我们1分队。我们1分队是实力最强、福利最好的，分配资源上都有着优先级。一旁的10位顿时瞪大了双眼，跟队长一比，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蠢蛋。你也是微微一愣，没想到外表正义凛然、不苟言笑的李队长竟然有点腹黑。那个银蝶你也开口劝劝看。你没有说话。李冷朝银蝶使了个眼神，你无奈的笑了笑。好的，李队长，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会尽量加入你们1分队的。你们队伍的氛围我也挺喜欢的。回到清道夫在银河市的总部后，李冷递给了你一个腕表，这是清道夫平时接受任务的工具。完成任务后，腕表会根据任务难度计算积分奖励，积分的价值比银币要高出1个维度。在清道夫内，你可以用积分点换到一切，只要你有足够的积分，甚至橙色的蛊虫都能换到。这也正是你愿意加入清道夫的主要原因。不过你并不需要花高积分兑换成品的蛊虫，而是那一个个高阶的古罐。对了，你现在已经是清洁工了，总部给你分配了一套豪华大平层，在城西的郊区，邪蛊师的积分也会在这2天发放给你，具体多少就要看邪蛊师有什么价值了。好的，李队长，积分的事不着急，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李冷思索了一会，摇了摇头，真的没有了吗？李冷果断的点头，真的没了。就在你刚转身要离开的时候，李冷忽然叫住了你。对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我们清洁工的工资是根据你加入的第1天开始算的，明天刚好是月末最后1天，所以你明天就可以来领取你的工资，1个月10个蓝色古罐或者1个紫色古罐，外加1000万银币。好的，我亲爱的李队长，你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前世你加入过清道夫，自然知道这一项特殊的新人福利，明天终于又可以开罐了。来了来了，橙色品阶的进化蛊终于到手了。当你来到清道夫内部的储罐室，被眼前琳琅满目的古罐震惊了。蓝色古罐一眼望去起码有上百个，就连紫色古罐竟然都摆了有10多个，光凭这些就比整个古市大街所有古罐价值都还要高。如今凭你3级清洁工的工资，可以兑换10个蓝色古罐或者1个紫色古罐，另外你还拥有1000积分的奖励。清道夫组织根据你击杀的那个女邪蛊师，顺藤摸瓜抓住了潜伏在银河市的另外3个邪蛊师，奖励也都算在了你的头上。1000积分刚好也可以兑换1个紫色古罐。你首先来到蓝色古罐区，并且凝神观察着每一个古罐。忽然你眼前一亮，一个布满灰尘的古罐正闪烁着橙色的光芒，古罐提示的信息更是让你无比激动。这个看起来十分破旧的蓝色古罐中装着价值连城的橙色蛊虫，进化蛊请一定要得到它。你万万没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进化蛊竟然在这里。看着古罐上面泥土的新鲜程度，应该是刚从蜥蜴山秘境里挖出来的。你忽然一下全都想通了，肯定是现在古罐室内的古罐多到摆不下了，所以局长刘浩才会将这些古罐拉去卖给了拍卖场。刘局长啊，刘局长，你前世被银河市清道夫的人痛骂了好几个月，可真是没有白骂。接着你转身来到紫色古罐区域，很快你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蛊虫。这个古罐中装有一只紫色级别的蛊虫，攻击储存蛊。攻击储存蛊属于一种十分特殊的蛊虫，可以提前将攻击储存在这只蛊虫之中，需要释放的时候便可以毫无消耗的释放出来，是非常强大的保命类蛊虫，市场价值至少5000万银币。选好之后，你用工资兑换了紫色古罐，积分兑换了蓝色古罐，其他古罐里并没有什么太好的蛊虫。目前你必须要存着有足够的积分，因为在不久后，清道夫会在秘境里挖到一个紫色古罐，紫色品阶的闪烁蛊，能够让人在短距离内瞬间移动的蛊虫。选好古罐后，你再次找到了李冷，按照清道夫的规定，开启紫色古罐需要有4级蛊师护法。看到你只选择了一个紫色古罐和一个蓝色古罐，李冷有些惊讶。绝大多数蛊师在成长期都会选择多开蓝色古罐，搭配各种各样的蛊虫来提升自己的实力，然后才会考虑去开启高级古罐。李冷善意的提醒道：“要不你重新选择一下，换10个蓝色古罐吧。”李队长，我这个人喜欢赌，万一开出了紫色蛊虫了呢？李冷无奈摇了摇头。曾经他也是这样想的，但一次次现实告诉他，永远不要相信自己的运气。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为你护法开始吧。李冷十分自信，他亲自护法，只要你不倒霉开出死亡蛊，他都能救下你。拿出紫色古罐1000的寿命顷刻间化作光球，注入到古罐之中，很快一道耀眼的紫光绽放出来。看着这耀眼的紫光，李冷整个人都在抽搐，竟然真开到了紫色蛊虫。就算是紫色古罐，想要开出紫色蛊虫的概率也是极低的。
的，据统计概率甚至连5%都不到。当看清蛊虫时，李冷更是感到惊讶。攻击储存蛊这种蛊虫通用性很广，价值很高，属于十分稀缺的蛊虫。故闻目前总部有人对这只蛊虫发出了悬赏，你如果选择上交的话，能够得到5000积分，大概可以换取5个紫色蛊罐，或者是其他紫色蛊虫。你想也没想，直接摇头拒绝了。抱歉，李队长，这只蛊虫我准备留着自己用。任何一只紫色蛊虫都是十分罕见的，更何况是能保命的蛊虫。李冷点了点头，既然你选择自己用的话，那我就帮你一把吧。先借用你的蛊虫一下。你没有犹豫，直接将蛊虫递了过去。对于李冷的人品，你还是信得过的。这种能为了人类一座城市牺牲自己的性命坚守到最后的人，又怎么会是自私的人呢？李冷接过蛊虫，接着将自己的魔剑召唤了出来。顿时你眼前一亮，果然李队长是想给我储存一道攻击。手握魔剑的李冷浑身散发出一股冰冷嗜血的气息，接着他举起闪烁着紫色光芒的魔剑，积攒着体内滔天的魔气，浑身散发出极强的冲击力与压迫感。一旁的你感到十分惊讶，虽然李冷只是4级蛊师，但有强大精神力的你能很清楚地感受到，现在他爆发出来的力量，甚至有一种超过了4级蛊师的感觉。难怪前世传闻说李冷是5级之下第一人。当气势积攒到了极限时，李冷猛地向前一劈，一道无比恐怖的紫色剑气径直冲向了攻击储存蛊。受到攻击的储存蛊身体开始膨胀起来，你心里十分紧张，真怕这只蛊虫被李冷给砍死。还好在最终要被撑爆的那一刻，储存蛊的身体逐渐恢复了正常。1级攻击的储存蛊吸收这道攻击，几乎已经是他的极限了。李队长，你这道攻击简直太强了，我的蛊虫都差点被你劈死了。李冷那双异常冰冷的眸子不含一丝人情的看了你一眼，但瞬间又恢复了正常。这道攻击留给你保命用，用完了再来找我要好了，我要去处理其他事情了。李冷走后，你表情瞬间凝重了起来。刚刚的李队长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难道是被魔剑蛊影响了吗？这世间有许多蛊虫，在给蛊师带来强大战斗力的同时，会对蛊师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影响。李冷的魔剑蛊显然就是其中之一。你动用精神力感受着攻击储存蛊体内这道恐怖的一道剑气，心中十分满意。这道剑气将会成为现在的你最大的杀手锏。李队长，你还真是好人啊！只可惜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接下来该开启我的进化蛊了。进化了，进化了！你的水火蛊终于进化了。这一次你获得了新的能力水火之一。望着手中装有进化蛊的蓝色蛊罐，你没有任何犹豫，立刻选择开启。顷刻间，一道极其耀眼的橙色光芒直接照亮了整个房间，蛊罐都在不停的剧烈颤抖着。下一秒，一只无比精致、浑身犹如蓝色水晶般闪耀的蛊虫出现在你眼前。看着面前的进化蛊，你内心也十分激动。前世你也只是听说过进化蛊的名字，但从未见过进化蛊。在蛊虫实录中排名第88，虽然并非是最强大的23红色蛊虫之一，但在全天下多达上万乃至上亿种蛊虫中能排第88名，它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次，即便是拥有7转强者精神力的，也足足花费了10分钟才将它炼化，其他人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炼化完毕后，你连忙打开资料面板，进化蛊品阶橙色，等级1级、2级，条件1000年寿命，技能一进化，运用体内特殊力量激发其他蛊虫体内元素细胞，促使其进化。进化分为2种进阶和变异，冷却时间24小时。同一只蛊虫只可被进化一次，与其他蛊虫一样，1级的蛊虫通常只有一个技能，蛊虫到达3级、5级之后才会解锁其他技能。思索了一会，你决定先将进化蛊突破到2级。如今你现在只剩下2000年寿命了，得到万年兽虫没2天就已经快要霍光了。看来我得抓紧时间去岛国一趟吸点寿命。然而让你没想到是，2级的进化蛊竟然多出了一个词条，被进化后的蛊虫将有概率得到全新的技能，同时进化蛊的冷却时间也减少到16小时，让蛊虫得到一个全新的技能。这个能力简直恐怖如斯，相当于可以改变一只蛊虫的天赋上限。每一只蛊虫等级上限都是不同的，白色和绿色蛊虫的极限是5级，蓝色蛊虫的极限是6级，紫色蛊虫的极限是7级，橙色蛊虫的极限是8级，金色蛊虫的极限是9级，而只有红色蛊虫才能触碰最顶级的10级。但也会有特殊情况发生，前世你就遇到过一个名叫希儿的女子，将一个蓝色蛊虫培养到了7级，一身战斗力也是极其恐怖的。接着你回到了郊区的别墅里，进化蛊虫可能会出现很大动静，你必须确保私密性。接下来该先选择什么蛊虫进化呢？首先排除掉寿命蛊，蛊虫界的蛊虫等级森严，一只橙色蛊虫是不可能让红色蛊虫进化的。至于隐身蛊和储物蛊等这类辅助类，同样可以排除进化无法得到太大的提升。而剑蛊你准备日后用来合成非剑蛊当剑仙的，万一变异成其他蛊虫可就完了。毕竟剑蛊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得，即便你拥有提示之眼，也得靠运气。思前想后，你将目光放到了4级的水火蛊上，这是你目前最主要的战斗蛊虫进化，它能最大程度提升你的实力。你一念一动将水火蛊召唤了出来，接着你催动着体内的进化蛊，一道金色的光芒瞬间将水火蛊笼罩。在这股金光的笼罩下，水火蛊的身体在不断剧烈颤抖着，身体内的结构细胞不断的生成又毁灭。在蛊界中，紫色以下的蛊虫被称为凡蛊，即便培养到极致也依旧是凡蛊，而橙色以上的蛊虫被称之为仙蛊。仙蛊通常都有着自身独特的能量运转方式，体内产出的能量释放出的灵气也均与其他蛊虫不同。比如进化蛊释放出来的这道金光，就是一种独特的进化之力，可以使其他蛊虫进化。凡蛊会有很多只很多种形态，但仙蛊具备唯一性，同一时间点上只会存在一只。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水火蛊的进化终于完成了，水火蛊成功突破到5级，得到新技能水火雨，成功触发进化蛊特殊能力水火蛊，领悟全新技能水火之意。你内心十分激动，竟然还得到一个原本不属于水火蛊的新能力。你连忙打开资料面板，5级技能水火
火雨，消耗大量体力与精神力，释放出范围极广、威力极强的水火雨。水火雨将会在空中凝聚出一层云层，然后降临水火，威力无穷，杀伤力极强。你心里很清楚，这是水火谷最核心的大招之一，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群战技能。接着你将目光望向下一个技能水火之翼，利用水与火的力量让自身身后长出双翼，双翼存在时精神力、体力消耗大幅度增加，可以为你所使用的水与火属性攻击提供加成，使其威力更强，也可以转化为飞行形态飞入空中。飞行时体力、精神力消耗将再次大幅度提升，你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光是一个可以飞行就已经让你十分激动，能够让人类在空中飞行的蛊虫几乎全是紫色以上的蛊虫。至于精神力消耗巨大什么的，你才不在乎。就在此时，你腕表收到一个信息，刘浩局长要亲自见你，开启了小唐山秘境，开启了，你终于可以合法的杀人吸收寿命了。这一次带队的是1分队的副队长朱宇和2分队的副队长叶子清。此时朱宇正在高台上讲解着注意事项。这次负责清扫的这个秘境难度不高，里面也没太多厉害的凶手，所以银河学院的部分学生还有其他势力也会参与到这次任务之中。学生们会在外围进行试炼，我们负责在核心区域进行清扫，其他势力的死活无所谓，但学生们遇到危险，我们是有职责前去营救他们，毕竟他们也算是祖国的花朵。然而此时你忽然举起了手，朱队长，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学生一不小心全都死在秘境之中，我们清道夫需要担责吗？听到你的话，朱宇浑身一颤，一双眼睛死死盯向了你。大傻春，你特马的想干啥？是人能问出的问题吗？朱宇忽然想起昨天局长对他说的话，一定要看住顾文。起初他以为是保护，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与此同时，你周围的人瞬间全部散开，望着你的眼神中带着些许恐惧，就连叶子清都忍不住咽了口水。朱宇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道，从法理上来说，就算他们死光了跟我们也没关系，但毕竟他们是祖国的花朵，遇到危险我们还是有必要去营救的，即使不想去救也绝对不可以对他们动手，这是违规的，明白吗？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对你一个人说的，毕竟其他人也没这么变态。看着众人那不自然的眼神，你十分无辜的撇了撇嘴，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谁知道秘境内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呢？我又不是那种喜欢杀人的人。众人面面相觑，不喜欢杀人，以杀血蛊师作为投名状加入清道夫的人，这在银河市还是头一个。小唐山秘境是最低级的 F 级秘境，此时秘境门口早已聚集了一大批人，主要是阎王殿仙阁、暗杀者协会以及学院的学生。作为第一大势力的清道夫，他们一到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学院的学生们全都带着一种兴奋崇拜的眼神，他们的梦想就是加入清道夫，成为一名受人敬仰的清洁工。很快你就在学生中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是当初诬陷你偷拍害你被学校开除的柳如烟。隐藏在人群中的你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上一世没能亲手报仇，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了。就在此时，秘境光圈忽然亮了起来，秘境开启了，朱宇带着清道夫的人率先进入了秘境。光芒消散的时候，你被随即投放到了外围的一片树林里，在感受周围没有危险后，你拿出了一块面具戴在了脸上。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我顾文无关。接着你大摇大摆地在树林寻找着猎物，忽然前方草里窜出一只花豹朝你扑来，你心念一动，手中瞬间出现一把长剑，一阵剑光闪过花豹的眉心处，直接被剑骨刺穿。击杀一级凶兽成功，吸收30年寿命。神级天赋是杀者激活力量速度加1。听到天地提示，你眼前顿时一亮，没想到击杀凶兽也能触发寿命谷噬杀者天赋。要知道秘境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古怪生物，只要把它们全都杀了，那自己不就能快速成长起来了吗？正当你要离开时，忽然发现花豹身体中闪烁着白光，你掏出一看，正是白色古冠。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妖兽鬼怪非人的生物被杀死后都有可能爆出古冠。当你看见古冠内的提示时，瞬间感到恶心，连忙将其丢到一旁。白色古冠那群学生应该会很喜欢吧？你怎么也没想到，美羊羊只是在你面前笑了笑，转头沸羊羊就满脸愤怒地找上了你。你就是顾文，听说你走后门直接成了3级清洁工。看着来找事的人，你嘴角嬉笑道：是啊，我这个人没啥能力，就是人脉好。3级清洁工每个月一个紫色古冠，真的好爽啊！听完沸羊羊更加愤怒了，凭什么我辛辛苦苦2年半才只是4级？那是因为你菜！你无情地嘲讽着。沸羊羊气得浑身都在颤抖。顾文，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一个因为性骚扰被开除的禽兽，有什么资格加入清道夫？沸羊羊的声音很大，顿时将所有的人吸引了过来。你望着眼前的男人，平静的眼神中渐渐泛起了杀意，看着你沉默不语。沸羊羊还以为你服软了，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欺骗了叶子清，但我警告你今后离他远点，不然的话……沸羊羊的话没说完就被你一脚踹飞。重新站起来的沸羊羊满眼的不可置信，你竟敢在清道夫大楼里动手，难道你不知道清道夫的规矩吗？并没有理会，双拳上弥漫着水火之力，一步步靠近，接着拳拳到肉的打在沸羊羊脸上，几拳下去就将他的脸打得血肉模糊。周围看戏的人全都瞪大了眼睛，这个新人好猛啊，竟敢在清道夫大楼内打架！事情这下闹大了，你足足暴揍了他3分钟，直到他彻底失去意识你才停手。这么菜还喜欢装逼，真是欠揍！接着你回头向众人露出了和善的笑容，记得给他打个救护车，另外告诉他醒来之后主动找我道歉加送礼，不然我就亲自去问候。众人面面相觑，显然被你霸道的手段吓到了，才不管什么清道夫的规矩，作为一个重生者还能受这鸟气。接着你来到了局长的办公室，今天刘局长要对你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估。顾文，你是个非常不错的人才，很适合我们清道夫，但我还是要问一句，你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清道夫呢？作为局长，他必须要评估你加入清道夫的目的性，当然是为了清道夫的资源，我需要尽快变强。散人谷师成长的速度太慢了。刘浩有些惊讶，他没想到你竟然回答得这么诚实，同时心里对你的好感也提升了不少。刘局长，我觉得我和清道夫的关系是各取所需，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极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要清道夫能给我足够的力
利益，我可以为了清道夫去死。刘浩听完沉默了，他当局长这么多年，从未听见有人这么说过。清道夫缺的从来都不是资源，而是强大有能力的古尸。刘浩深深地看了你一眼，继续开口道：既然你是一个极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如果有敌对势力用利益收买你，你是否会背叛清道夫，背叛九州？当然不会。我虽然自私自利，但也是一名九州人。虽然我不会为了那所谓的天下大义牺牲我自己的利益，但同样也并不会为了所谓的利益出卖九州。刘浩点了点头，继续问道：如果在你面前有着一群普通人，你只需要顺手打个电话就能把他们救下来，你是否会救他们？当然这是顺手的事。你无所谓的耸了耸肩。那如果你救他们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你是否还会救他们？你果断摇头拒绝。那这就很不顺手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得到了一个十分邪恶又强大的蛊虫，需要杀上千万人才能成功炼化，那么你会选择杀人吗？听到这个问题你笑了，因为前世你就得到过类似的蛊虫。当然会，但是我不会杀九州同胞，我会选择前往海外小岛国之类的地方逛一逛。听完你的话，刘浩陷入了沉思，头疼了好一会，最终他给你了一个评级：混乱善良，这是个危险的任务。他只会做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不会在乎世俗的规矩和理念，是善是恶也皆在一念之间。同时这也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双刃剑，运用的好的话将会是一个大杀器。接下来给我展示几只明面上的蛊虫吧，我会对你的实力进行评估，给上面一份信息情报。思索了一会，你只将水火蛊和储物蛊以及奔跑蛊召唤了出来。只有这些吗？刘浩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自然知道你想隐藏实力。刘局长，其实我愿意让队友们知道，我的一些特殊蛊虫不过是向上面汇报的信息能少就少一点吧。难道你不相信上面？我应该相信上面吗？任何地方都会滋生蛀虫，你赶紧出去吧。这个话题让我感到威胁。刘浩当然知道上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就连清道夫的首领都知道，但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比如清道夫内部的顶级战力，7级强者人族中的至强者，就算他有问题，那也得继续用着。对了，清道夫大楼内部禁止打斗，念你初犯以及对方先挑衅的份上，这次就不处罚你了，今后注意点。局长，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下次我把人拖到外面去打。刘浩满头黑线，连忙将你赶了出去。在你离开之后，刘浩开始写起了你的档案。一队队员顾文已知蛊虫水火蛊、奔跑蛊、储物蛊未知蛊虫战力评级2级，极限潜力评级，阵营评估混沌善良。评语：这是一位极度危险又蕴含超强潜力的成员，他的运气似乎很好，他不喜欢被约束，只会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会在乎世俗的看法。对待他一定不要用任何强迫手段，如果能满足他想要的一切，也许他能成为一大杀器。刘浩并没将你的进化蛊和攻击储存蛊写上去，因为上面确实有着几只蛀虫。你怎么也想不到，假冒邪蛊师的你，竟真的在秘境中遇到了邪蛊师。当你在四处寻找凶兽时，终于发现了学院学生的踪影。带队的老师正是王远，2级蛊师。王远是个很不错的老师，上一世你被诬陷时，只有他愿意担保。于是你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看着头戴面具的你，王远瞬间警惕起来。不知阁下是哪方势力的人？你神色平静回答道：清道夫。王远眉头微皱，清道夫怎么会出现在外围还蒙着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的任务是去小汤山秘境的深处执行清扫任务。王远说话时眼神一直在死死地盯着你。在秘境这种地方出现一个身份不明还蒙着面的人，通常意味着危险到来，尤其是某些邪蛊师，他们经常会潜入到各种秘境之中，执行恐怖袭击。你望着王远回答道：因为秘境内出现了一些变故，我是清道夫派来外围执行特殊任务的，这是机密，无可奉告，不可能。如果真的有任务，朱队长一定会提前告诉我究竟是谁。王远大吼着的同时，直接将自己的主战蛊虫召唤了出来。这是一只银白色的白狼，蓝色品阶的白狼蛊属于召唤类蛊虫，可以化作实体进行战斗。白狼挡在王远身前，一双眸子死死盯着你，随时准备动手。你无奈地摇了摇头，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你还真不想和这个自己曾经的老师战斗。毕竟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候，只有这个老师愿意相信你。就在此时，远处一个学生满身鲜血地跑了过来。老师救命啊，有邪蛊师！看到这一幕，王远脸色骤变。还有同伙，你果然是邪蛊师。你并没有理会，直接走到学生身前，一剑将这朵紫色的诡异花朵斩断。蓝色品阶的嗜血魔花，看来真的有邪蛊师混进来了。前世你并没听说过，小汤山秘境中混入了邪蛊师。你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在酒店碰到的那个脱光衣服勾引你的女人，嘴角微微一抽，这邪蛊师该不会是来找我报仇的吧？看着你出手救了同学，王远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你真的是清洁宫的人。当然我也是临时接到邪蛊师混进来的通知。此时王远已经开始相信你了。清洁宫大人，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别叫我清洁宫大人，你们叫我蒙面人即可，这只是暂时的一个代号而已。王远思索了片刻，立即反应了过来，我明白了，您属于清道夫藏在暗中的秘密武器是吧？是吧？不方便以真实面目见人，我懂。你嘴角露出一抹微笑，有懂哥就是好，自己就脑补了一切。如今邪蛊师的出现给你打了一个完美的助攻，自然要利用好这机会来完成杀人计划。你扫了一眼还在哭哭唧唧的学生们，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人群中并没有柳如烟和王春伟这俩人的身影，要是他们一不小心被混入的邪蛊师杀了，你绝对会气到吐血。重生一世要是不能亲手报仇的话，那可真是太憋屈了。接着你回头看向王远，你先想办法将所有的学生聚集在一起，防止他们落单被杀。至于邪蛊师就交给我吧。说完，你手持剑骨朝着前方而去。你走后，王远拿出身份铭文牌，开始联系失散的学生们。为了保险起见，王远又用一个特殊装置给朱宇队长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另一边正在核心区域清扫的朱宇收到信号后，下意识就想到了顾文，那家伙应该不会这么大胆，直接到外围对那群学生动手吧。朱宇立刻拿出呼叫器，外围出现危机，所有人立刻准备支援。呼叫器传来了一声又一声的回应。当朱宇听到顾文那声断断续续、充满杂音的收到时，心顿时凉了一半。那家伙竟然真的在外围。此时你正在和一个戴着面具的邪蛊
师对峙，看着对方的装扮，你立马清楚了对方的来历，是极乐世界的人。极乐世界是9州境内最大的邪蛊师势力之一，他们的教条是想要带领整个世界一同进入极乐世界。面具男冷笑一声，有点见识，竟然知道我们极乐世界，戴着面具不敢示人，你又是什么人？我当然是来杀你，这个邪蛊师的正义清洁工。面具男闻言勃然大怒，一股紫色诡异的气息猛然从身上爆发出来，接着他胸口长出了一朵诡异妖艳的花朵，正是嗜血魔花蛊。随着他手掌一挥，空气中立马飘荡着成千上万朵小的嗜血魔花，看起来十分的诡异恐怖。然而你却没有一点慌张，嗜血魔花虽然邪了点，但依旧属于植物类蛊虫，而大多数植物都怕火。你轻轻打了一个响指，空气中顿时出现了一朵火红色和冰蓝色的火焰，接着2朵火焰开始缓缓融合在一起，一股恐怖暴虐的能量不断向四周扩散。当成型为一朵火莲后，你猛然朝着前方一丢，接着就是一阵滔天的爆炸，无尽的水火之焰散落在各处，那些成千上万的嗜血魔花全都在一瞬间化为了灰烬。面具男胸口的嗜血魔花本体也受到了重创，主动缩了回去。面具男浑身颤抖着看着眼前的一切，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3级蛊师？来之前他们早就调查清楚了，这次秘境中3级以上的清洁工只有2人，1分队的朱宇和2分队的叶子清。我真的只是一个2级蛊师而已。面具男完全不相信，他自己就是一个2级蛊师，完全清楚2级蛊师的能力极限。大人饶我一命，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你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极乐世界这种反人类组织通常分为2种人，一种极端者愿意为了组织去死，哪怕让他们直接自爆也不会有任何犹豫；另一种是因为利益才加入的25仔。很显然，眼前这个面具男就属于第2种。把你知道的事全都说出来，我会酌情考虑的。面具男面色一喜，连忙回答道：回大人，我们这次的任务，第一是杀了这些学生，让清道夫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第二是暗杀一个叫顾文的人，由于他杀了我们一位邪蛊师，暴露了我们阻拦了上面人的计划。听到自己的名字，你心底顿时一惊。极乐世界的人能知道顾文2字，显然说明了一个问题：清道夫内部不干净。接着你继续问道：进入秘境的邪蛊师有多少人？实力如何？回大人，我只是外围人员，具体人数不知道，但这次行动的总队长似乎是4级蛊师，他的任务就是暗杀顾文。现在他已经在核心区域内潜伏起来了。你眉头深深皱起，极乐世界竟然出动了4级蛊师来暗杀自己，还好自己传送到了外围，得到了想要的情报后，你对着面具男露出了和善的笑容。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我决定一剑捅死你。说完，你直接将剑骨刺入了面具男的胸口。终于又到了吸收寿命的环节了，进化了，进化了！红色品阶的寿命骨终于进化了，在2级邪蛊师面具男身上，你成功吸收了3300年寿命。另外，神级天赋嗜杀者吞噬属性成功，你对植物类和血腥类蛊虫亲和力得到小幅度提升，精神力也得到小幅度提升。如今你最高的水火蛊已经到达了5级，就连储物蛊和奔跑蛊等也全都升到了2级，实战实力的提升已经到达了瓶颈，是时候该给寿命蛊进化了。2级寿命蛊的进化条件仅需要1000年寿命，没有任何犹豫，你立刻选择进化。当1000年寿命注入到寿命蛊体内时，寿命蛊浑身猛然爆发出炙热猩红的光芒，一股神秘强大的气息开始弥漫，你体内的所有蛊虫全部都颤抖了起来，俯首称臣。这就是高阶蛊虫对低阶蛊虫的压制力。此时你忽然感觉心脏开始疼痛，寿命蛊不光是吸收寿命，还在吸收着你心脏处的精血。足足过了1分钟，寿命蛊才终于平静下来。2级寿命蛊进化成功，获得新技能万物同寿。你顾不上还在眩晕的脑袋，连忙打开资料面板查看。寿命蛊红色品阶，等级2级，3级条件万年寿命。一位4级蛊师的灵魂，4级蛊师被击杀后，灵魂将会被自动吸收。技能一吞噬寿命，杀死生物后，可吞噬对方身上的剩余寿命，包括其身上蛊虫的所有寿命。技能2万物同寿，世间万物皆有寿命，可通过消耗寿命来使世间万物的寿命发生变化。看着新技能万物同寿的介绍，你的心脏砰砰直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万物同寿的技能恐怕可以使世间的一切失去寿命，包括物品、生命乃至山川河流。也就是说，我只要有足够多的寿命，甚至可以一念之间将敌人的寿命剥夺，让对方当场死亡。如果未来我把一个国家的寿命消除，那么这个国家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毁灭呢？其次，技能1也得到了十足的加强。之前寿命蛊只能吸收别人身上的寿命，现在蛊虫身上的寿命都可以吸收。绝大多数蛊师身上都不会留有太多寿命，他们会将大部分寿命用来开蛊罐或者培养蛊虫。如今可以吸收蛊虫身上的寿命，那么意味着以后吸收寿命的额度将会大幅度提升。不过看到寿命蛊后续进化条件竟然需要杀人，你表情变得古怪起来。如果寿命蛊真的是邪蛊一类的话，那么这一世还得去岛国走上一圈。你可不会在乎什么正义邪恶，毕竟这可是大自然的馈赠。回去的路上，你拿出呼叫器给朱宇简单汇报了情况。什么竟然还有4级邪蛊师？是的，朱队长，赶紧呼叫支援，让局长和李队长一起来吧。你只是3级蛊师，应付不了这种场面的。朱宇没好气的冷哼一声，我会请求支援的。不过谁告诉你我只是3级蛊师的？你表情一愣，分队的副队长通常都只是3级蛊师。好家伙，这个老硬币竟然隐藏了实力。你面色顿时一喜，这样一来双方的高端战力算是持平了。不过朱队长，我建议你先不要大动干戈，这次4级邪蛊师是专门来暗杀我的。朱宇眉头微皱，瞬间反应了过来，你是说局内有卧底？当清洁工这么多年，内部有一些反贼他是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是银河市还是上面的人，要不要向局长汇报？你自己考虑一下吧，毕竟这家伙是不是反贼我们也不知道。朱宇脸色一黑，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抓内鬼都抓到了局长上去了，就算你是内鬼局长也不会是内鬼。放心吧，你并不在意谁是内鬼，你想的是接下来该如何把那群邪蛊师全都杀了。尤其是那名4级邪蛊师，只要吸收了他的灵魂寿命蛊，就能提前突破到3级，得到更加恐怖的能力。
能力，这种诱惑对你来说是致命的。你以白白嫩嫩的学生为诱饵钓鱼，这次钓来了一对又甜又盐的姐妹花。你平静地望着周围的空气道出来吧，我已经发现你了，爱躲藏的小老鼠。刚说完，空气中一阵波光闪动，一个穿着粉色兔子衣服打扮的女生出现了。兔子女嘟起嘴巴，一脸的不开心。什么小老鼠，人家是兔子，最可爱的兔子。兔子女的声音很嗲，听起来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小萝莉。你上下打量了一番，你看起来确实很可爱，但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兔子女歪了歪脑袋，什么问题啊？你露出和善的笑容，一步步上前。我的问题就是，像你这么可爱的女生，杀起来一定很爽吧？说完，你体内的气息开始上扬，一双冰冷的眸子充满了杀气。兔子女脸色骤变，下意识向后退去。你不要过来，人家又没伤害你，你真忍心杀这么可爱的兔兔吗？你一天天人家个毛啊！赶紧主动把头伸过来，不然我就自己来砍了。兔子女顿时感到更加委屈，一时间分不清到底谁才是邪蛊师。你是变态吧？人家只不过才刚刚看见你，你一言不合就想要人家的脑袋。你忽然将剑指向一旁的草丛，草里的那个老鼠，你动什么动？还想偷袭我吗？兔子女浑身一颤，她没想到你竟然还发现了她暗中的同伴。接着草丛中走出一道身影，与萝莉的兔子女不同，这道身影御姐范十足，手中拿着一把红色的伞。你是怎么发现我的？红伞御姐望着你的眼神中充满了忌惮。那当然是因为你身上的骚味了，你这是在找死！御姐顿时脸都被气白了。她虽然私生活不检点，但她天天洗澡，身上不可能有任何味道。就在此时，你的对讲机里响起了朱宇的声音：顾文小心，根据最新情报，这群邪蛊师中有一对姐妹被称为红兔姐妹花，战斗力很强，联手之下曾击杀过4级蛊师。要是遇见了就赶紧跑吧，别管那群学生了。在朱宇眼里，学生死了可以再生，一个潜力巨大的蛊师可不是那么容易培养。你拿起对讲机回头看了一眼姐妹俩，朱队长晚了，他们现在就在我面前，要不你和他们聊两句。闻言，朱宇脸色骤变，赶紧跑！他们姐妹俩联手4级之下无敌吗？那我更想试一试了。对讲机另一头的朱宇还在一顿输出，想要劝住你，但你直接将对讲机扔进了储物谷的空间内。你抬头望向姐妹俩，听说你们联手4级之下无敌是吗？红伞御姐嘴角微微上扬，我们听到姐姐的名号害怕了，给你一次机会，跪下说错了，姐姐或许能给你一次快活到死的机会。一旁的兔子妹无奈的摇了摇头，姐姐你又要我和你一起接客了吗？好妹妹，我们修炼功法特殊，要一起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呢。在红伞御姐的眼中，你已经是一具被吸干精气的干尸了。你眼神古怪的指了指红伞御姐的脑袋，你脑子是不是少点什么？是我要杀你吗？说完，你体内涌现出一股炙热的能量，接着手掌一挥，一道由火焰凝聚的河流径直扑向姐妹二人。红伞御姐十分不屑的嗤笑一声，凭这就想杀死我们吗？接着她展开红伞，一道血色的屏障猛然出现，瞬间挡住了焰水，随即一只火红色蜘蛛出现在她身边，下一秒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就将你团团围住。然而你却丝毫不慌，单手掐动法诀，天空瞬间风云变幻，一朵蓝红色的云朵伴随着阵阵电闪雷鸣出现，让你见识一下5级水火谷的大招水火雨。接着无数密密麻麻的水火滴降临，瞬间将包围你的蜘蛛网全部焚烧殆尽，就连红伞御姐召唤出来的小蜘蛛也被杀死了绝大半。仅仅是这一招，她手中的这蓝色品阶的织网魔蛛就受到了重创。红伞御姐面色终于凝重起来，妹妹，我们一起动手吧，这个面具难不简单。兔子女点了点头，身影顿时消失不见。你看了一眼兔子女消失的方向，冷笑一声，终于要一起上了吗？不过蝼蚁再多也是蝼蚁。刚说完，兔子女就从你脚下的泥土中钻了出来，手中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胡萝卜刺向你。都说了我是兔子是兔子。与此同时，红伞御姐也手握红伞，化作一道红光从另一方向朝你刺来。在2人距离你只有几寸时，你终于动了，你单腿一点，整个人平地而起，躲过了大胡萝卜的攻击。看到这一幕，红兔姐妹2人露出了笑容。中计了，虽然躲过了第一波攻击，但空中失去所有重心的你将会彻底成为一个活靶子。红伞御姐张开嘴巴，口中的舌头猛然变长，速度极快的朝你卷来。只要她能够将你的身体卷住，她的妹妹就能用大胡萝卜剑从你身体下方刺穿到天灵盖。她们姐妹用这一招暗杀过无数强者，从未失手过。此时兔子女直接催动着体内的弹跳骨，飞速从下方刺来。然而见此，你嘴角却露出了笑容，接着一半红色一半蓝色的水火之翼猛然从你背后展开，羽翼只是轻轻一挥，便直接将你送上了高空。红兔姐妹2人望着空中飞舞的你，直接傻眼了。怎么可能？她竟然能斗气化翼，这最低也是紫色品阶的蛊虫才有极小概率具备的技能。红伞女满眼不甘心地盯着空中的你，只要对方想跑，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这小子究竟是清道夫中的什么人？2级蛊师竟然就拥有紫色蛊虫。就在此时，兔子女全力催动弹跳骨一跃而起，她不甘心要试一试。你嘴角泛起一抹冰冷，伸出右手，掌心处缓缓出现了一个黑洞。看到这一幕的刹那，红伞御姐心脏猛然一颤，妹妹快跑，这是攻击储存骨。然而已经晚了，下一刻一道恐怖的剑气从黑洞中爆射而出，一瞬间就将兔子女劈成了2半，鲜血如雨点般四处落下。血液的飞溅让你更加兴奋了，这么可爱的女生杀起来确实很爽啊！妹妹死了，该轮到姐姐了。看着漫天血雨，红伞御姐双目通红，无比愤怒。你底牌都用光了吧？我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杀了你，为我妹妹报。她话还没说完，一个水与火交融、充斥着暴躁之力的火球就朝她砸了过来。正是你的水炎豹，你可不是那些无脑主角，趁她病要她命才是王道。红伞御姐连忙撑起伞进行防御，我挡住了。连续施展了这么多大招，我不相信你还有多余的精神力战斗。接下来扑哧一声，一把锋利无比的剑从背后准确无误地刺进了红伞御姐的心脏。你凑近红伞御姐耳旁微微一笑，不用感谢我，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你那可爱的妹妹了。接着你开始吸收2姐妹的寿命，成功击杀2名3级蛊师，吸收蛊师和蛊虫的寿命成功，共计得到46000年寿命。同时神
级天赋嗜杀者发动，你各方面的属性都获得了一定增强。你仰天长舒了一口气，这种提升实力的感觉真爽啊！接着你开始打扫战场，从两姐妹的储物谷中，你一共搜出来了20几张银行卡，还有5件高阶的紫色材料，其他若干。果然杀人夺宝才是最快变强的途径。当你这2大战利品回去时，正好看见一个2级邪蛊师在吊打一群学生。不过令你诧异的是，这群学生除了王春伟外，竟然一个都没有逃走，而是全都在拼命战斗。你随手将战利品丢到地上，我刚离开一会，你们怎么这么惨啊？听到你的声音，学生们眼中顿时有了光芒。大人，您终于回来了。一旁的邪蛊师看到你后，露出了玩味的笑容。终于来了个有点实力的双脚羊。我的蛊虫告诉我，你比他们更好吃。然而你看都没看一眼这个邪蛊师，继续向学生们问道：怎么没看到你们？王老师难道已经嘎了？王老师跟另外的邪蛊师战斗去了。一个学生用手指了指南边，你仔细感受了一下，那边果然有着激烈的战斗气息。你竟敢无视我，我要用食人蛊将你活吞了。说完，他的嘴巴张得跟足球一般大，嘴里全是密密麻麻的牙齿。你头也没回，随手扔出一个水焰爆。邪蛊师还没看清水焰爆，就直接钻进了他嘴里，接着就是一阵恐怖的爆炸，漫天的血肉飞溅。你微微一笑，真是一只小馋猫啊，什么都喜欢吃。得到寿命6300年。你看着那被炸得4分5裂的脑袋，皱起了眉头。这脑袋应该还可以兑换积分吧？谁要是敢不给我换，我就将他脑袋也炸成这样。看着你一招秒杀了邪蛊师，学生们发出兴奋的暴喝声，眼中充满了崇拜。英雄的故事他们听过很多，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英雄出现在他们身旁。接着你来到王远这边，此时王远和他的白狼身上全都挂着伤，模样无比凄惨。王远的敌人是2个木偶蛊师，地上还躺着一具尸体。显然王远在1个打3个，并且还杀死了1个木偶蛊师。靠着炼化各种属性的木头蛊融入身体，短时间内能够大幅度提升实力。刀枪不入钢筋铁骨，但自身会成为永久性傀儡般的生灵，属于最低级的蛊师。王远老师，你怎么被打得这么惨啊？看到突然出现嬉皮笑脸的你，王远强撑着的身体顿时一软，直接瘫在地上。他等的希望来了，你来的学生们应该安全了吧？放心吧，他们挺勇猛的。面对吃人的邪蛊师，不仅没有逃跑，而是选择团结在一起战斗。王远脸上浮现一抹自豪的笑容，那是当然，毕竟是我教的学生，只可惜我曾经教过最好的那名学生没有在这里。不过这对他而言，也许反倒是一件好事。听到这番话，你的眸子微微跳动了一下。你们2个是当我们兄弟不存在吗？2个木偶蛊师僵硬的声音中带着怒火。我发现你们这群邪蛊师是不是都缺爱啊？缺爱的话可以叫声爸爸，爸爸可以给你们一点父爱。2人顿时勃然大怒，找死你竟敢戏弄我们！你不屑地笑了笑，你们长这么丑也配我戏弄？还是那对红兔姐妹花戏弄起来比较好玩。2名木偶蛊师那本已经木质化的心脏猛然一颤。你见过红兔姐妹花了？红兔姐妹是他们这次行动实力地位仅次于总队长的人，光是听到这对姐妹花的名字，他们都止不住的发抖。毕竟这2姐妹变态起来，连木偶都想玩，何止是见过呀？那么漂亮的姐妹花杀起来非常爽。其中一个木偶蛊师刚想开口说些什么，他手中的令牌便闪过一道光芒，红兔姐妹命牌破碎，全体小心。本次行动可能是清道夫在钓鱼执法。2人面面相觑，浑身颤抖的咽了口水。你面色平静的望着他们，依旧保持着和善的笑容。是你们的头在给你们传递消息吗？看来红兔姐妹死的事已经曝光了。2人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转身就跑。你展开水火之翼，瞬间就飞到他们前面。拥有水火之翼奔跑蛊，再加上被嗜杀者强化过数次的你，爆发的速度可是相当恐怖的。帮我给你们头传递一条消息，就饶你们一命。我对沙蝼蚁可没什么兴趣，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要是你骗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瞬息而至的你一剑刺穿了喉咙。接着你剑指向另一名邪蛊师，他不愿意听话，那你呢？另一名木偶蛊师浑身颤抖着，连忙点头。我愿意，大人，您要传递什么消息？告诉你们的总队长，他的目标在外围，别在核心区蹲了，我等着他过来。木偶蛊师瞬间瞪大了眼睛，你就是顾？你剑身一偏，直接抵在其脖子上，不要问多余的问题。木偶蛊师连忙赶紧拿出令牌，头目标在外围，他说他等你过来。与此同时，令牌的另一边，一个戴着乌鸦面具的男人，浑身猛然爆发出冰冷的气息。顾文，你竟敢挑衅我！大人，我已经照您说的做了，可以放过我了吗？我发誓我会立刻离开秘境的。木偶蛊师身体颤抖着，十分害怕。你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当然我这个人说话算数的。你顺手收起剑骨，可因为剑骨实在太过锋利，竟然也顺手将邪蛊师脑袋也割了下来。你望着地上滚动的人头，微微皱起了眉头。我明明都已经放过你了，你干嘛非要用脖子来撞我的剑呢？2个木偶蛊师，你美滋滋的收下寿命8200年。接着你提着2个战利品回到王远身边，这2个人头帮我保存着，我再检查一下周围是否还有邪蛊师流窜。接着你振翅飞向了空中。现在王春伟一个人逃走了，正是宰了他的好机会。你动用强大的精神力，开始探索周围。很快你就发现了躲在草丛里瑟瑟发抖的王春伟。你来到王春伟身旁，直接一脚踹向了他的屁股。王春伟顿时被吓了一大跳，连忙跪在地上求饶：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抬起头看看我是谁。王春伟听到声音有些耳熟，下意识的抬起头，原来是蒙面大佬您啊！那些邪蛊师都被您杀了吗？你点了点头，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闻言，王春伟立马十分欣喜。那大人，我们赶紧回去吧。面具下的你嘴角一抹戏谑，回去就没必要了，要不再好好看看我是谁。说完，你摘下面具，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王春伟顿时瞪大了眼睛，你怎么可能是顾文？这绝对不可能！你当然会觉得不可能。顾文在被你们陷害后，就应该沦为乞丐，然后惨死在某个城市的
的角落才对。顾文都都是柳如烟让我陷害你的，饶我一命，我愿意帮你指证他。你手中的剑骨一挥，王春伟的人头立马滚到了地上，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惊恐。其实你早就不在意那些事了，但该报的仇还是得报，毕竟你可是一个小气的人。然后你一把火将尸体烧成了灰烬，彻底的毁尸灭迹。接下来该轮到主角柳如烟了。你在外围不断搜索着，遇到邪蛊师就顺手杀了，一时间搞得秘境内的邪蛊师人心惶惶的。他们更加确定了，这一切都是清道夫布的局。在你杀了将近10几个邪蛊师，终于找到了柳如烟，只是他现在的样子好像有点惨。耗费大半精神力的你，终于在一个隐秘的山洞内找到了柳如烟。此时3名邪蛊师正在对柳如烟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柳如烟那无比绝望的脸上，泪水顺着眼角不断落下。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遭遇这种事，是一次简单的外围试炼，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邪蛊师？看到这一幕，你也不禁感慨，命运还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啊！这种巧合让你想到了传说中的几种强大又十分恐怖的蛊虫，命运蛊、故事蛊和蝴蝶效应蛊。这些蛊虫全都具备着让各种巧合连成一条线，从而发生一件特定事情的能力。其中最恐怖的命蛊可以编排一个人一生完整的命运，甚至是一群人、一个国家乃至成千上万人，所有人的命运举棋变胜天半子，操控全局，真正杀人于无形之中。故事蛊则是拥有着编写一段故事的能力，在故事蛊的范围之内，故事蛊所编造的故事将会有条不紊的发生，可以影响一城乃至一国之人。最重要的是被影响的人甚至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异常，而蝴蝶效应蛊相对来说就要弱很多了。你忽然想到一点，自己的重生会不会也是在命运蛊的影响之中呢？就在此时，柳如烟的一声惨叫打破了你的思考。显然柳如烟已经受到了最痛苦的折磨，你解除了隐身，大摇大摆地走出去。好大的狗胆，你们这群邪蛊师在我清道夫地盘上也敢这么放肆。你说的正义言辞，但嘴角却浮现出一抹感激的笑容。在弑杀者神级天赋多次强化下，对付普通的2级蛊师，单靠你个人力量都可以做到秒杀，又是6000多年的寿命到账，如今你的寿命已经暴涨到了7万年。随即你来到满身伤痕、精神有些崩溃的柳如烟面前。柳如烟看见你，一时间竟有些羞涩。那个大人，可以先给我一件衣服吗？我的衣服被他们撕坏了。面具下的你不屑地笑了笑，我觉得你不需要衣服了。柳如烟有些疑惑，下一秒脸就红了起来。难道这位清洁工大人看着我这副模样心动了？说不定还能借此抱住这个清洁工的大腿，从此平步青云。想到如此，柳如烟立即抬起头，含情脉脉地看着你。大人，虽然小女子不知道您想做什么，但如果是大人您的话，我愿意看到柳如烟这副恶心模样。你演都不想演了，直接摘掉了面具。柳如烟顿时愣住了，满脸的不可置信。顾文，怎么会是你？你怎么可能加入了清道夫？柳如烟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顾文，没想到当初我那么对你，你竟然还愿意救我，我真的好后悔啊！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的，做完那件事我就后悔了。顾文，对不起。你嘴角勾起一抹讥讽，演技还不赖吗？我亲爱的老同学。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慌张。顾文，我说的全都是真的。柳如烟一边说着，一边扑过来想要抱住你，然而你却一脚将其踹飞了出去。恶心的女人，离我远一点！顾文，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难道就因为我陷害过你？抛开事实不谈，你难道就没有一点过错吗？见到如此无可救药，你已经懒得跟他多说一句废话，挥动手中的长剑，瞬间斩下了他的头颅。得到寿命51年，茶艺免疫能力大幅度提升，其他能力忽略不计。将山洞内一把火烧了之后，你拿出了对讲机。朱队长，你们还要多久才能到达外围？听到你声音，朱宇有些紧张起来。难道是外围的邪蛊师太多了？顾文顶不住了。快了，我们正在来的路上。如今外围什么状况，还撑得住吗？你沉默了一会，回答道：你问的是极乐世界还撑得住吗？在我的不懈努力下，外围的邪蛊师已经被杀了99%了。接下来我们只需要专心对付那名4级邪蛊师了。这下换成朱宇沉默了。你特娘的还是人吗？就这么水灵灵的全都杀完了？你只是一个2级小蛊师啊！难怪局长在进入秘境前让他重点看着顾文。朱宇从来没这么庆幸过邪蛊师的出现，还好这次有极乐世界的人过来挡刀，要不然现在被杀的就是那群学生了吧？没啥文化的朱宇憋了半天，只说了2个字：牛逼。一般牛逼吧。对了，朱队长还顺便挑衅了一下那名4级邪蛊师，他现在应该也在赶往外围的路上。朱队长，你们赶紧过来，我们好商讨一下该如何弄死他。朱宇的头顿时就大了，小祖宗你就不能低调点吗？连4级邪蛊师都敢挑衅，算了，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着我们，我已经请求支援了。这次李冷队长会亲自前来，不出意外的话，就看我们的李队长如何秒杀他吧。闻言你面色一喜，李冷的实力可是无限接近5级的。正当你想要说些什么时，前方突然一阵恐怖的能量波动，紧接着一个戴着乌鸦面具的男人站在一群乌鸦之上出现在你面前。终于找到你了，小老鼠！你没好气的对着对讲机抱怨起来。朱队长，你这个乌鸦嘴，现在意外出现了，那名4级邪蛊师已经找到我了。乌鸦面具男大手一挥，一道黑色的射线直接将你手中的对讲机打爆了。另一边的朱宇听到对讲机爆裂声，心立马悬了起来，这下真的完了，这家伙都叫你不要太高调，全力催动着体内的精神力向前冲去。望着空中的男人，你立马就猜到了什么，你根本就没去核心区。乌鸦男淡淡的回答道：倒也不是，我一直都待在核心区和外围的中间地带，这样无论那边出现意外，我都能快速赶到。听完你一下就明白了，这个男人心思异常缜密，在你屠杀邪蛊师时，他并没有急着现身的原因，是在暗中调查外网还有没有其他更强大的清洁工。这一次你算是轻敌了。乌鸦男跳到地上微微一笑，我现在已经确定了，清道夫在外网的唯一棋子就只有你一人。顾文，你将脸上的面具摘下，我承认你是一个心思缜密的对手，能否告诉我你的名字？乌鸦男的眼中带着玩味，记住我的代号乌鸦，我将会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后一个人。此时乌鸦男相信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局势，毕竟在4级蛊师面前，一切低级蛊师都是蝼蚁。然而你嘴角却浮现出一抹笑容，就
就这么自信能杀了我吗？当初你通过极乐世界令牌挑衅对方时，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你手上还有叶子清送给你的玉佩，能抵挡住3级古尸的全力一击。只要玉佩能争取到1秒钟的时间，你就能够利用隐秘蛊和隐身蛊，加上水火之意逃之夭夭。而现在你脑子想的是如何弄死这个4级古尸，很快你就有了一个想法。你表情故作沮丧道：“既然我已经必死无疑了，那我想在我死之前把古罐全都开了，不然人死了古罐和寿命还在，那可就太悲哀了。”说完，你拿出一个白色古罐，正要开启时，一道黑色的光波立马将你击飞了10几米远，你的白色古罐则被乌鸦男吸到了手中。这一击，你的肋骨都断了7、8根。你简单又大力的正了正位，确保肋骨不会插到内脏，才重新站了起来。你们邪蛊师都这么不讲武德的吗？说动手就动手！乌鸦男眸子微微一颤，这小子倒也算是个狠人，肋骨断了眼睛都不眨一下。狮子搏兔上用全力，你别想在我面前耍任何花招！说完，他便看向了手中的白色古罐，竟然还真的只是白色古罐。古罐是天地的产物，需要用寿命沟通，没人能够仿造，只要拿到手上就能很轻易的感受到。难道这小子真的只是想临死前发光发热一下？乌鸦男看着手中的白色古罐，忽然想到这个世界的一条规定：古罐不可伪造，古罐不可设置陷阱，这是天地设定的规则，没有任何例外。乌鸦男嘴角勾起一抹讽刺：你想要用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白色古罐来吸引我的注意力，好为自己争取时间，对吗？抱歉，我已经看穿你的小把戏了。接着，乌鸦男十分自信地将自己的寿命投入到白色古罐之中，区10年寿命他付得起，他要你亲眼看到他看穿了你的诡计。顷刻之间，古罐之中闪过一阵白光，一切都十分的正常，十分的普通。乌鸦男面露自信地冷笑着，果然被我猜中了。目睹这一切的你十分猖狂又嚣张地笑了出来。你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聪明的乌鸦，竟真的会选择将这个白色古罐打开。这个白色古罐正是你当初在古罐商店买的，里面装着一只微不足道的死亡蛊，而且其判定状态是死亡。开启古罐的人无论多强，都将必死无疑。至于为什么强大的蛊师不让别人带开古罐来规避风险，因为年份越高的兽虫需要炼化的时间越长。一个普通不入流的蛊师想要炼化一只万年兽虫，往往需要数月时间，更何况一些高级古罐所需要的寿命本身都是天文数字。乌鸦男听到你那疯狂的大笑声，内心顿时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明明只是普通的白色古罐，为什么他笑得这么疯狂？为什么我会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当乌鸦男低头的那一刻，猛然瞪大了眼睛，卧槽，死亡蛊！接着一把天秤出现在乌鸦男惊恐的眼神中，缓缓偏向了恶魔那一边。瞬息之间，乌鸦男直接失去了一切生机，倒在了地上，当场死亡。得到寿命12万年，加上之前的8万，如今你正好有20万年寿命。乌鸦男临死前那一刻心中无比震惊，他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有极大可能拥有着看穿古罐的能力，但是他只能带着这个秘密去阴曹地府。然而寿命蛊吸收完寿命后，顺便射出了一道血红色的大网，直接将乌鸦男还没下去的灵魂吞噬了。现在寿命蛊3级最难的条件，吸收4级蛊师的灵魂已经满足了，你只需再付出万年寿命，就能让寿命蛊升到3级。你心中十分喜悦。如果不是乌鸦哥自杀送人头，鬼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吸收到4级蛊师的灵魂，总不能找个机会埋伏朱宇将他杀了，当做寿命蛊的养料吧。接着就到了你最喜欢的摸尸环节，很快你就发现了一个较为高等的储物蛊。当用精神力探查一圈后，你的双眼立马就亮了起来。储物罐内光是紫色高阶材料就有着50多种，就连橙色高阶材料也有3株，其他低等级的材料更是如小山一般堆满了整个储物空间。此外，你还发现一颗血红色的珠子，正是邪蛊师修炼的至宝材料。血珠上面刻着10万的数字，代表着杀了10万人才能炼出来的，这对鲜血类的蛊虫有着极大的作用。翻材料的过程中，你忽然在角落里发现一封密信，上面写着：银河市即将因一场变故而灭亡，无需在银河市多停留，人员聚齐后速速前往任务地点抓捕目标人物，月后即焚血衣。你感到十分诧异，极乐世界的人怎么会知道银河市即将要灭亡的消息？你眉头微皱，大脑开始飞速运转在你的记忆之中。银河市毁灭之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银河市下方的一座古遗迹便浮现了出来，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剑修传承。后来清道夫仙阁、阎王殿等无数强大的势力齐聚，派出强者将聚集在银河市内的所有凶兽斩杀，最终传承被阎王殿的一位强者继承。将前世的所有事全都捋了一遍后，你的表情很快就变得微妙起来。这些事如果单独拿出来都很正常，凶兽冲破秘境，银河市被屠杀，大批人类死亡，鲜血激活了银河市地下的传承，最终一位强者继承了传承，这些事看起来都很合理，但如果将它们全部串联起来，就有些细思极恐了。如果这是因为某些势力想要银河市下方的遗迹浮现出来，联合共同布的局，才造成的这一波惨案呢？一个反人类组织的极乐世界都知道银河市即将毁灭，若说清道夫没听到一点风声，你是绝对不信的。除非清道夫高层有人刻意将这里的事情抹去了，为了一个剑修传承，竟用1成的人来献祭，真是够狠啊！可惜李冷他们战死，守护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他们其实被上面的人卖了。不过既然我机缘巧合下知道了这些事，有些历史也是该发生变化了。看着密信上月后即焚那4个字，你嘴角微微上扬，这只聪明的乌鸦还真是心怀鬼胎，这封密信在将来可是有着大用处的。接着你又从乌鸦男的尸体中找到了一只蛊虫的尸体，紫色品阶的4级血巫蛊。血巫蛊靠吸食鲜血生命来进化，实战能力和保命能力都极强，在紫色蛊虫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生死危机之际，可通过消耗精血化作血巫，穿梭万里之远，即便是4级巅峰的李冷也留不住他。你不由得感
感到十分庆幸，血无骨的尸体可以当做高阶蛊虫进阶材料的平替。你将其收好后，一把烧掉了乌鸦男的尸体。几分钟后，朱宇带着暴躁的闪电之力全速赶了过来，一眼就看到了躺在树上悠哉休息的你。朱队长，你来的可真慢啊！朱宇微微一愣，随即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你。你是谁？竟敢用人皮骨伪装成顾文的模样？你怎么也没想到，团灭邪蛊师的自己会被当成邪蛊师？此刻的朱宇充满了愤怒与悲愤，周身的闪电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来之前，他跟局长刘浩和李冷保证过会照顾好顾文的，可现在顾文不但人死了，对方竟然还用人皮骨模仿顾文的长相，简直是欺人太甚！望着怒火冲天的朱宇，你满头问号。朱队长，我特么是顾文啊，你想干啥？朱宇眯起眼睛，死死地盯着你，装的还挺像的，连声音都一样。你还炼化了尾生蛊吧？你嘴角一阵抽搐。我炼化你大爷！我好不容易才弄死一名4级邪蛊师，你要是敢动手，信不信我让李队长揍死你？看着你这副姿态，朱宇一时间有些迷茫了，还是那股熟悉的桀骜不驯。等等，他刚刚说他弄死了一名4级邪蛊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朱宇捏紧双拳，体内雷电之力疯狂涌动着，休想骗我这个冒牌货！你脸色一黑，怎么又来了一个大聪明？就在朱宇要动手时，一道充满魔性的气息猛然冲击而来。只见李冷站在魔剑之上，一双眸子冰冷地注视着朱宇。小朱，你想干什么？我让你照顾好新队友，你就是这么照顾的？看到李冷到来，你松了口气。李队长，幸亏你来得及时，这个小朱我看着好像有点不正常啊！朱宇立马急了，队长顾文已经死了，他是用人皮骨假冒的，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李冷嘴角一抽，假你大爷的！随手挥出一道充满魔气的剑气，将其打飞了出去。不过李冷心中也充满了疑惑，顾文，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本来我都以为要来给你收尸了。于是你向李冷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不过隐去了一些不能说的秘密，比如你利用死亡蛊杀死乌鸦，变成了你用李冷留下的那道剑气，趁其不被暗杀死的乌鸦，而红兔姐妹变成了你努力博弈，拼尽全力才勉强战胜。听完后，李冷和跑回来的朱宇都沉默了，他们感觉在听书。朱宇实在忍不住开口问道：小顾，你是不是觉得我和队长都是傻子？没有，队长不像傻子，但你的话不好说。朱宇气得拳头都硬了，但是又不敢发作。队长留下来的一道剑气，能特么的杀死4级邪蛊师，而且你说他是乌鸦，那可是接近5级的恐怖存在。要不是他故意压制自己实力，想要以完美姿态晋升5级，获得更好的天地奖励，不然早就是5级蛊师了。就算我遇到他，都得掉头跑。一想到乌鸦死了，朱宇心底都有点发寒。一个曾经一人单挑3名4级蛊师还大胜而归的乌鸦，就这么死在了一个 F 级的小汤山秘境中。这个新成员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竟然连乌鸦都能干死？我要是得罪了他，是不是也得被他弄死啊？就在朱宇内心独白的时候，李冷回头直接望向了他。我能一剑杀死乌鸦很奇怪吗？朱宇下意识道：肯定奇不奇怪啊，我们队长强无敌，宇宙第一，一剑杀死乌鸦有什么奇怪的？朱宇一边说着一边冷汗直流，因为他刚刚看到李冷在拔剑了。不奇怪就好，知道对外怎么说了吧？朱宇十分识趣的点了点头，明白。极乐世界的乌鸦与清道夫李冷相遇，两人大战300回合，最终被李冷队长一剑斩杀。李冷满意的点了点头，明白就好。队内功劳就算在顾文身上，要是有人问什么就说他诱敌深入，至于其他细节局长自会跟上面说的。你心里有些感动，李冷这么做自然是担心你被极乐世界的人惦记上，毕竟一个2级蛊师能弄死4级蛊师，这种事传出去足以让全天下震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这么做看似收获了名声，实际上却是将整个极乐世界仇恨的目光牵引到自己身上。当朱宇看见你拿出26颗还在滴血的战利品时，瞳孔都在震动。这些人都是你杀的。你很认真地对战利品进行着分类排列，这些几乎全都是2、3级蛊师，所以我连他脖子一块砍了。最后这个就是4级蛊师乌鸦的脑袋，应该挺值钱的吧？看着你笑嘻嘻如数家珍般的介绍，朱宇冷汗直流。1分队脑子不正常的人有很多，但这么变态的还是头一个。就连李冷看着一地的人头，嘴角也不由得一抽。接着他望向朱宇，我觉得小姑可能比你更适合当副队长。朱宇一听顿时就慌了，但他又反驳不了什么。你笑着摆了摆手，副队长还是让朱队当吧，他比我合适。我还是比较喜欢去敌后搞偷袭自杀。朱宇面露感激，当即拍着胸脯表示，从今以后顾文就是我好兄弟，谁要是敢动他，我就弄死他。对了，听说3队队长王大猛想找小顾的麻烦，这次任务回去我就去揍他一顿。李冷淡然开口，那个我已经揍过了。闻言你有些尴尬的抿了抿嘴，其实我没被欺负，我也把3分队的人揍了一顿。朱宇愤然道，那也得揍，你们都揍了，我不揍就没面子了。这种氛围你觉得还挺不错的。1分队的核心几个人都跟自己善意相处，既然极乐世界的邪蛊师全都死了，我也该回去了，你们继续你们的任务吧。李冷说完，脚踩魔剑御剑离去。下一刻，朱宇缓缓开口，走吧，我们先去见见学院的王远，这一次你必须全程跟在我身边。朱宇是真的怕了，这小子实在太能惹事了。当王远以及众多学生再次看到没戴面具的你时，都十分震惊。小顾真的是你吗？你笑着点了点头。王老师好久不见。见你直接点头承认，王远整个人都懵了。那个曾经他教过最好的学生，被学校开除几天后，不仅加入了清道夫，竟然还成为了如此强大的蛊师，而学生们全都一脸崇拜的把你围了起来。原来是我们学校年级第1的顾学长啊，这差距也太大了吧！我还以为我只有文科比他差呢。人性就是这样，当差距只有一点点时，就会产生极度厌恶的心理。一旦2人之间的差距过大，那剩下的就只有仰望。朱宇在一旁平静说道：“你们银河学院开除的天才，是我们清道夫中最顶级的天才。当初那件莫须有的罪名，我清道夫单方面宣布不生效。改天我们局长和李队长会亲自好好拜访你们那个糊涂校长的。我们清道夫就是有一点护犊子，他曾经最好的学生能洗刷冤屈，他也很开心。”王源也露出了释怀的笑容。顾文，你是老师最大的骄傲。
继续走下去吧，你一定可以走得更远。闻言，你笑着点了点头。接着，你和朱宇来到了核心区域。这次任务的最终目标是解决一只3级巅峰凶兽铁木熊，它会爆出一个紫色古罐，里面正是你这次的目标闪烁谷。此时，10几名古尸正在围攻着那只3级凶兽铁木熊。朱宇微微皱起眉头，看来我们来迟了呀。旁边的1分队队员心有不甘地攥紧拳头靠，我们去找古尸了，这帮人竟然趁机来偷熊了。可惜了，按照秘境的规矩，先发现的人拥有所有权。你眼睛顿时眯了起来，杀机四起，这个古罐绝对不能让。思索间，你看向朱宇，开口道：“朱队长，要不你带着队友们先走一步吧。”朱宇闻言，眼皮狂跳，你又想干啥？不会要把他们全宰了吧？此言一出，其他成员全都面露惊恐地看向你。这个新队员这么猛的吗？你略显无辜地眨了眨眼睛，我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朱宇嘴角一抽，这家伙还真这样想的呀，绝对不可以动手。他们不是邪古师，虽然这些人在银河市的实力不行，但他们毕竟是阎王殿暗杀者协会和仙阁的人。一边正在和铁木熊战斗的10几个古尸也发现了，糟糕，清道夫的人来了，他们不会来抢夺我们的战利品吧？放心吧，秘境法则是个大势力定的，就算是官方组织的清道夫也必须遵循，谅他们也不敢来抢。他们说这话时候并没有压低声音。听完后，1分队所有人脸色都变了。朱队干他丫的，这群孙子太嚣张了！我第一个上，我来背锅。朱宇嘴角泛起一抹笑容，既然给他们脸不要，那就怪不得我们。接着，朱宇浑身雷电闪动，空中猛然出现一团涌动着恐怖雷电的乌云。各位道友，我来助你们！区域类技能敌我不分，若有伤亡，后果自负。话落，一道粗壮的惊雷落下，直接将一棵万年古树劈成了粉碎。这群古尸们顿时就慌了，糟糕，竟然是朱宇这个疯子来了！他们不怕违规吗？1分队的人都是疯子，他们会守个极貌的规矩，快撤退！一时间，3大势力全都如鸟兽四散。兄弟们，对方不敌铁木熊，准备接管战斗。在1分队接管下，铁木熊几分钟就倒了。果然，一个紫色的古罐出现在了铁木熊的身旁。你看向紫色古罐上面，很快就显示出信息。这个紫色古罐中装有一只闪烁古品，皆紫色。你双眼立马亮了起来。朱队长，我记得咱们清道夫有一个规矩，参与开荒队的人有优先兑换战利品的机会，是吧？朱宇点了点头。你对这个紫色古罐感兴趣？这可需要1000积分兑换了。本来我也对他挺感兴趣的，既然你想要，那就让给你吧。我舍己为人一下。这句话你压根就不信。要是朱宇真的感兴趣，这个古罐根本就不会流落到清道夫上层手中。接着，朱宇击碎结界核心后，众人被随机传送到了小汤山附近各处。然而刚一出来，你就遇到了刺杀。见状，你似笑非笑道：“你是林家派来的人吧？”男人脸上闪过一丝慌张，休想套我的话，我身上有屏蔽器，别想着求救，今天你必死。说完，一条黑蛇从男人手中浮现。你十分不屑地笑了笑，知道为什么我能确信你是林家派来的人吗？男人面色疑惑，为什么？你一边微笑着一边亮出剑柄，因为极乐世界的人不会蠢到再派3级古尸来杀我。话音刚落，你猛然出手，全力催动着奔跑，几乎瞬间来到黑龙身前，一剑朝着黑龙的喉咙刺去。当的一声，一个黑色龟壳出现在男人身前。你小子竟敢偷袭我，找死！蒙面男衣袖一挥，手中的黑蛇飞速朝你冲来。你眸中闪过火焰，一道焰水猛然扑出，瞬间将空中的黑色小蛇捆住。水是具备短暂迟缓效果的，虽然只有1瞬，但足够了。同时，你催动着隐身蛊与隐匿蛊，身影瞬间消失不见。男人直接傻了，不可思议地望着周围，逃走了吗？下一秒，一道寒光从背后穿过，竟直接刺穿了他的心脏。蒙面男人临死前都是满眼震惊，接着你剑身一抖，直接将其身体震飞出去，得到寿命4500年。接着你从男人的储物罐谷中找到了一个指南针，血缘指南针，难怪他能这么快找到我。当初加入银河学院时，每个学生都需要抽血送往检测机构进行检查，而检测机构背后最大的股东正是林氏集团。如今看来，林氏集团收集着血液，这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你闭上眼睛，运用精神力操控体内血液，顷刻间你全身的血液都开始沸腾，接着金光一闪，与体外所有的血液都斩断了联系。看着手中的血缘指南针，你嘴角泛起一抹冷笑，这可真是一个覆灭林氏集团的好借口啊！你决定今晚就去，因为你报仇从不喜欢隔夜。回到清道夫大楼后，你又一次被叫进了局长办公室。此时局长刘浩一双眼睛正复杂地看着你，早就看出来你小子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但我没想到你不但不省油，还特么这么费电。杀红兔姐妹，杀乌鸦，你说你是5级古尸我都信，结果你说你只是2级，你十分无辜地耸了耸肩。局长冤枉啊！红兔姐妹是我杀的，不过用的是李冷队长储存的那道剑气。乌鸦是李冷队长与其大战300回合，最后使出一招一剑光寒19周才斩下乌鸦人头。刘浩脸色一黑，你这小子连我都不信任了吗？不过今后就按照这个说法来说吧。看着你刘浩怎么看怎么满意，他才不在乎你是怎么杀死乌鸦他们的。对他来说，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这次你的功劳巨大，除了基础的积分奖励外，如果你还需要什么特定的补充，我可以先提前帮你向总部申请。你思索了一会，回答道：可以的话，我想要个紫色品阶以上的剑鞘骨。剑鞘骨属于辅助类蛊虫，只能与剑类蛊虫搭配，装入剑鞘骨内蕴养的剑类蛊虫，能力将会得到全面的强化。任何一名剑客蛊师都会配上一只剑鞘骨。刘浩微微一愣，你要用紫色剑鞘骨搭配你的蓝色剑骨吗？这会不会有一点太暴殄天物了？你十分认真地摇了摇头，谁说蓝色剑骨不能搭配紫色剑鞘骨？谁说小马不能拉？不等你说完，刘浩连忙打断道：停，赶紧给我打住这种危险话题，我马上就给你申请。对了，这次你杀了极乐世界这么多人，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报复的，接下来尽量不要单独行动。闻言，你疑惑道：那上面会派人来支援吗？
刘浩皱起眉头，我已经申请过支援了，但上面的意思是2个月后人手才会宽裕一点。闻言，你嘴角泛起一抹讥讽，2个月后银河市估计都没了，看来还是得靠自己啊。局长，有时候蛀虫是生长在内部的，在抵御外敌时也不要忘了排查内部哦。刘浩不是傻子，他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顾闻，银河市若是有卧底，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的。但是上面的话，你摆手打断了刘浩的话，上面的事你就别管了，日后我自会处理。刘浩嘴角抽搐的看着你，直接将你推出门外，结束了这个危险的话题。到了晚上12点，你走出房间准备去找林氏集团麻烦时，正好在电梯里又碰见了那位穿着黑衣的妹子。1天之内连着2次在电梯里碰见同一个人，2人都没想到有这妖巧。你望着黑衣妹子打趣道：“这么晚你也是出去杀人吗？”黑衣妹子面色平静的点了点头，然后递出了一张名片：“如果你有需要，可以选择雇佣我，价钱到位什么单我都接。”你接过名片一看，代号黑冰4级古尸，可承接暗杀5级以下的古尸，根据目标实力状况收费，雇佣费1000万起。这妹子竟然是职业杀手，这不正好专业对口了吗？你现在正好需要帮手，尤其是4级古尸。如果把这个妹子雇佣了，再把光头佬拉上，那么今夜一定很有趣。如果我说去暗杀林氏集团上层所有人，你敢接吗？黑冰略微思索了一下，可以，价格我要1个亿，不过我需要时间先去踩点调查。1个亿的银币，按照市场价大概等于10个紫色古币。没问题，这里有2000万银币算是定金。今晚1点在楼下集合。接着你来到第一次和光头佬相遇的榕树下，四处逛了逛，并没有发现光头佬的痕迹。果然，怎么可能有人一直待在一个地方？正当你摇头叹气准备离开时，忽然远处一道强大的气息赶来。你定睛一看，正是光头佬。只见他双手捧着一个蓝色古罐，腰间盘着一条天蜈蚣骨。光头佬看见你，连忙90度恭敬的弯腰：“大佬您来了。”你有些疑惑的看着光头佬手中的古罐：“你这是要干嘛？”光头佬略带尴尬的笑了笑：“是这样的，大佬，我发现将古罐埋在槐树下会发生好事。上次我埋完之后就遇到了。大佬您让我成功突破到4级，所以我来给老槐树还个愿，顺便再埋一个古罐试试。没想到还没埋就碰到了。大佬您这老槐树可真灵啊！”你嘴角一阵抽搐，确实有点灵。这家伙埋古罐又被自己碰见了，要是他以后成为了高阶古尸，恐怕得往老槐树下埋橙色古罐了。光头佬，其实我这次来有一件事想要你帮忙。当光头佬得知你要对付林氏集团时，浑身一抖，见到其反应这么大，你微微皱眉：“怎么，你与林氏集团有瓜葛吗？”你心底渐渐动起杀意。如果这光头佬是林氏集团在外养的杀手，你不介意将他的命收走？然而下一秒，光头佬双眼就红了起来：“林氏集团害死了我的女儿，我跟他们不共戴天。”这一刻，光头佬的眼角不由得湿润起来。有大佬在，林氏集团肯定无了。你暗自松了口气，原来是自己人啊！他们对你女儿做了什么？回忆的时候，光头佬身体不断颤抖着。我女儿在入学时被检测到体内有特殊血液，然后就被林氏集团暗中抓走了，被关在研究室里日以继夜的折磨，最终沦为一具尸体。虽然我一直在想办法报仇，但凭我一个人的能力根本没办法做到。听完你瞬间明白了一切，银河市所有人的血液恐怕都被林氏集团在暗中收集了个遍。一旦出现了某些大人物需要的特定的血型和器官，便会直接派人将其抓走。这显然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你声音冰冷地说道：“今夜过后，林氏集团将不复存在，他们所有的罪证都将公之于众。”光头佬闻言十分激动：“大佬今晚为我女儿报了仇，您就是我一辈子的恩人，我愿意成为你手下的死士。”你本想拒绝，但光头佬态度十分坚决，而且身边有一个忠心耿耿的手下，还是有很大用处的。接着光头佬拿出一张地图，正是林氏集团的老巢，上面标注了很多布防情况，还有一些高科技检测器。难怪光头佬谋划这么多年都没动手，整个林家别墅被打造的跟钢铁城堡似的，到处都是护卫和检测器，正常想要入侵其中进行暗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今天林氏集团必须得给我死，耶稣来了也留不住他。我说的，现在你所有的敌人之中，就属林氏集团最弱，如果连这都拿不下，又有什么资格在2个月后的那场变故中当值其人？看着手中布防图，你忽然想起一个人，叶维斯。这家伙最擅长玩爆破，对于高科技仪器也十分在行，如果他能来的话，成功率将会上升不少。思索了一会，你便给叶维斯发了一条信息：“晚上好，叶维斯，现在有时间吗？我被人暗杀了，想去报复，但对方家中防御系统强大，想请你帮个忙。如果没空也行，但请不要告诉队长，我想自己解决这件事。”没一会，叶维斯就回了消息：“既然不能告诉队长，那就把石卫和白静月都叫上吧，一定要把他们拖下水，这样东窗事发后法不责众，我们也不会承担太大的责任。”你嘴角微微一抽，果然玩科技的人心都是黑的。接着你又给石卫和白静月发去了相同的信息，但让你没想到的是，他们都说了跟叶维斯一样的话，这3个人还真是默契十足呢。接着你带着光头佬回到卧室，在今夜行动前，你决定再次全方位强化一遍自己的实力。你拿出装有闪烁骨的紫色骨罐，随着寿命的注入，耀眼的紫光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这一次秘境之下收获的升级材料和寿命足够多，没有任何犹豫，你直接将闪烁骨进化到了3级。3级闪烁骨进化完成，4级条件10万年寿命，3颗紫色品质的空间石，技能一闪烁，可以在50米的范围之内进行闪烁，闪烁效果是瞬间的，无前摇 CD 1分钟。技能2闪烁坐标，可以在任意地点留下一个坐标，只要距离坐标不超过100公里，都可以瞬间通过坐标闪烁回来。坐标数量限制1CD 12小时。3级后的闪烁骨发生了质的改变，范围由原来的10米变成50米，CD 也由5分钟变成了1分钟。你不禁猜测，当闪烁骨培养到极致时 ，CD 恐怕会失灵，那时的闪烁骨才会变成真正恐怖的存在。接着你又拿出了寿命骨，吸收了乌鸦的灵魂，随着寿命的注入，顷刻间你体内的寿命骨再次绽放出了猩红恐怖的光芒。接着寿命骨表面开始渗出血液，将你的心脏包裹，最后形成了一道红色的保护膜。你只感觉体内各方面的能量
力都在飞速增长。感受着体内这诡异的一幕，你也十分疑惑。据你所知，这世界上还从未有人炼化过红色蛊虫，你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进化完毕的寿命蛊再次沉睡了过去。蛊虫寿命蛊品阶红色，等级3级，4级条件10万年寿命，10为4级蛊师的灵魂。技能一吞噬寿命，杀死生物后可吞噬对方身上的剩余寿命，包括其身上蛊虫的所有寿命。技能2万物同寿，世间万物皆有寿命，可通过消耗寿命来使世间万物的寿命发生变化。技能3兽虫，天地兽虫皆因产自寿命蛊，可通过寿命来生产完美品质的兽虫。完美品质的兽虫吸收无需消耗时间。看着寿命蛊的介绍，你眉头微皱，只是多了一个生产兽虫的能力吗？看起来变化似乎不大呀。就在这时，你心脏上的寿命蛊忽然动了一下，接着你大脑收到了一股信息，继续进化兽虫将会发生质变。你猛然瞪大了眼睛，这是寿命蛊在跟我说话。其中攻击储存蛊也被你升到了3级，除了攻击储存蛊的 CD 变成24小时外，还获得了一个新技能攻击强化。攻击储存蛊中储存的攻击会经过侵染强化，在攻击储存蛊中待的时间越久，强化的幅度越大，可突破5级上限。你眼睛顿时一亮，这是一个极大幅度的提升，4级与5级之间堪称沟壑，天差地别。只可惜今夜还没有时间找李队往攻击储存蛊里灌点攻击，不然的话还能发挥奇效。接着你还有最后一件事，进化蛊虫的 CD。好了，又可以选择一只蛊虫进化。考虑到蛊虫进化有变异和失败的风险，其他蛊虫合成后进化才能效益最大化。思前想后，你决定先进化奔跑蛊，哪怕进化失败了你也不在意。于是你立即操控进化蛊，选择为奔跑蛊进化。顷刻间一道金光闪过，奔跑蛊的身体开始分离重构。奔跑蛊进化时发生异变，进化为急速爆发蛊。你瞳孔微微一亮，这奔跑蛊运气不错，竟然异变了。蛊虫急速爆发蛊，品阶蓝色，等级4级5条件3万年寿命，蕴含速度属性的紫色果实5颗，蕴含爆发属性的紫色果实5颗。技能1急速爆发，可以使自己的速度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爆发，速度提升2000%，持续时间3秒，消耗极高 CD 1小时。技能2常规急速，使自己的速度提升，大约增长300%，消耗小无 CD， 速度猛然加速到2000%。这简直就是一个恐怖的技能，意味着你完全可以化作一道光，瞬间弄死远处的敌人。不过你面色却泛起了愁容，自己好像在刺客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接下来该去检验战斗力的时候了。很快6人暗杀小队就集结在林家别墅门口，2个4级蛊师光头佬和黑冰，3个3级蛊师叶维斯、十卫和白净月，还有一个表面2级蛊师的你。这个阵容足以在银河市里横着走了。看过林氏别墅的布防图后，叶维斯笑了。从布防图上来看，他们用的应该是最新款的防入侵系统，由清道夫总部那位拥有着科技股的天才研发出来的。清道夫每一个分部都会有人专门负责了解运用这些上面分发下来的科技。巧的是，我就是银河市的这个人。此言一出，你立马就安心了。那位天才前世你见过几面？那是清道夫关键核心人物之一。毕竟科技股可是金色蛊虫啊。看着林氏的大门，你再次露出和善的笑容。那么接下来的话，我看见的人只能是死人了。听到你要将林氏集团的人全杀了，10位3人稍稍犹豫了一下，毕竟他们是根正苗红的清洁工。但想到林氏集团背后的肮脏勾当时，立马又释怀了。因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接着叶维斯拿出电脑随意按了几下，面前的钢铁大门立马自动打开。很显然林家别墅的防御系统已经被叶维斯完全破译了。前世的你谁都不相信喜欢单打独斗，这一世你体会到队友的力量好像还不赖。接着10几个保安立即围了上来，全都是1级蛊师。其中一个保安队长一脸的警惕地问道：你们是谁？口令。你微微一笑向前走了出来。口令是剑骨。口令错。保安队长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你手中突然多了一把剑，接着你直接闪烁到其身后，一道寒芒闪过保安队长的人头，应声落地。与此同时，黑冰身形一闪，竟化作一道黑光冲入人群。他的体内弥漫出一股诡异而又强大的冰霜，接触的一瞬就将周围所有敌人全部冰冻，接着全部化作冰块破碎，10几人当场死亡。众人都有些惊讶地望着黑冰，就连你都带着些许惊讶，自己好像捡到宝了。黑冰的暗杀手段以及群战能力，在4级蛊师中都很少见，至少比光头佬强多了。黑冰转头看向别墅内部，声音清冷地建议道：我们应该尽快行动，防止目标人物逃跑。如果是黑冰一个人行动，他早就一路催动冰霜风暴直接杀过去了。接着众人继续前进，遇到敌人黑冰都会果断的第一时间出手，射出冰刺直接将其喉咙刺穿，效率非常之高。看着黑冰展现出来的手段，你有些若有所思。这种行动力与冰霜能力让你想到了前世的一个强者，是后期被人称之为冰女的8级强者，在其陨落之时曾一人对战上千万凶兽，还将那一片战场永久冰冻，化作冰霜废墟，震惊全球。只不过那位冰女并不是银河市的，这应该只是一个巧合。叶维斯的外挂和黑冰的高效率，很快你们就一路杀到了别墅内部。就在这时，警报声忽然响起，叶维斯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兄弟们，我尽力了。这个警报是物理警报器互联网的。闻言我淡然安慰道：没事，我们只要杀得快一点就行了，至少林家的人逃不出去了。大佬让我来打头阵。说完，光头佬一马当先直接冲了进去，下一秒一个刀疤男直接拦在光头佬面前：滚出去，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光头佬没有废话，直接全力催动天蜈蚣蛊。忽然天蜈蚣蛊化作一道虚影，宛若天地法相般直接出现在光头佬的身后。天蜈蚣蛊浑身漆黑，又带有着绿色的毒液，然后他又拿出一柄闪烁着寒光的黑色匕首，匕首上同样染满了毒液。光头佬冷笑一声，直接对着刀疤男冲了过去。他这么多年努力变强，只为
为了今夜的复仇，刀疤男同样全力催动体内的蛊虫，一瞬间他便化成了一个泥土巨人，同样朝着光头佬冲了过去。显然刀疤男也是4级蛊师，你给了黑冰一个眼神，他瞬间领会，接着化作一道冰霜也冲了进去。就在此时，一股强力的飓风直接将黑冰又吹了回来。一个瘦弱的男人出现在众人面前，正是林家暗中培养的另一个4级蛊师。重新稳住身形的黑冰，陡然间浑身爆发出一道无比冰冷的气息，接着他伸手向着虚空一抓，一把完全由冰打造而成的冰霜之剑凭空出现。冰霜之剑浑身透明，非常的漂亮，看似如冰块般脆弱，但却又坚不可摧。瘦弱男眉头微皱，现在滚出别墅，我饶你一命。然而黑冰仿佛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一般，直接持剑冲了上去。与此同时，院子里突然出现40-50名蛊师，很快将你和10位3人团团围住，而这40-50人竟全都是3级蛊师。然而你望着这些人却无比兴奋，嘿嘿，送上门的寿命。看着包围我方的40-50个3级蛊师，叶维斯咧嘴一笑，手中瞬间出现了一个遥控器，艺术就是爆炸。话音刚落，叶维斯按下按钮，整个黑夜瞬间被点亮，一道恐怖的火光蔓延，猛烈的爆炸瞬间将整个院子炸飞。置身在爆炸范围中心的40-50名蛊师，大多数都在瞬间被炸得身受重伤，满身鲜血，更是有10几名蛊师当场死亡。刚到院子的时候，叶维斯就考虑到了可能会有支援的情况，便提前在4周都埋了遥控炸弹。只炸死了10几个人吗？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你和10位脸一黑异口同声道：都别想偷懒。此时院子里还活着的蛊师们看着你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他们这才意识到这群家伙不简单。接着一个白发老头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虽然不知道你们和林家有什么恩怨，但如果你们愿意放下，老夫保证林家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赔偿。人群中立马走出一个人附和道：没错，我老婆和女儿都是被林家大少弄死的，林家补偿给了我20个紫色古罐，这正是林家的另一套方案。面对入侵者，如果对方实力太强，便用钱来解决。听着这些言论，你双眼瞬间变色，一半蔚蓝一半火红，充满了杀气，就不应该给这些人说话的机会。接着你操控着水火蛊，同时施展出2个大招水焰爆和水火雨，陡然间空中出现无数火焰水滴砸向蛊师人群，这是绝对的持续性的范围类伤害，火焰如复古之躯在他们身上燃烧起来。之前的爆炸本就让他们元气大伤，现在的水火雨更是雪上加霜，10几名蛊师再次当场死亡。与此同时，10位整个人也瞬间变大，冲进人群，趁机屠杀这重伤的蛊师们。你催动着闪烁蛊进入人群，手持长剑开始割草，10几秒的功夫，蛊师全都化作了碎片，得到寿命共计20万年。同时，嗜杀者天赋发动，一股强大又纯粹的力量瞬间涌入到你体内，直接让你的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此时，别墅内的战斗也进行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与黑冰战斗的那名风属性蛊师被打得满身是伤，身体到处都是被冰霜之剑砍过的痕迹，而光头佬则是被打得有些惨了，肋骨都断了好几根。他的毒素很难通过泥土渗透到对方身体，便只能用蛮力与对方战斗。于是你立即开始分工起来，白净月你给光头佬治疗加 buff， 叶维斯找机会丢炸弹破你土人的防，10位你负责保护白净月和叶维斯。说完，你立马向院外冲去，然后消失不见。虽然你只是刚加入1分队的新员，但叶维斯3人却不由自主地执行起你的命令。与黑冰战斗的瘦弱男以为你逃跑了，连忙开口：你们这次的行动指挥都已经背叛你们跑了，难道你们真的想死吗？现在走还来得及。然而却没有一人搭理他。黑冰趁其分心施展出冰禁蛊，冰禁蛊品阶蓝色，是一种极强的控制类蛊虫。当冰禁蛊在照到瘦弱男的瞬间，他被直接静止住了0.5秒。黑冰趁机拿起冰霜之剑朝着其脖梗一刺，但青衣男瞬间身体一扭，冰霜之剑只刺穿了他一条胳膊。瘦弱男双目通红，无比愤怒，本想隐藏我的御风蛊，现在是你们找死狂风之怒。顷刻间4周刮起了数道急速龙卷风，隐藏在暗中的你双目一滞，这不是我的御风蛊吗？被激怒的瘦弱男爆发出来御风蛊全部的力量，只见4周立马出现了数道急速旋转的龙卷风。瘦弱男轻轻一跃，直接乘着风的力量飞了起来。黑冰望向空中，手中的冰霜之剑一挥，一道冰霜剑气猛然朝着瘦弱男而去，但却被瘦弱男身前的一道风墙给挡住。瘦弱男嘴角一抹讥讽，就这点实力吗？空中的我是无敌的，有本事你飞上来打。瘦弱男的话还没说完，他身后的角落一道寒光乍现，一人一剑仿佛化作流光，瞬间冲上天空。扑哧一声，一柄表面附着水焰的长剑从背后刺入了瘦弱男的身体，水焰立马在他身上开始焚烧起来。你以为只有你会飞吗？感受着身体的剧痛，瘦弱男无比愤怒，全力催动御风蛊对着身后进行绞杀。敢偷袭我就必须用命作为代价。5级之下还没人能在他的风之力的束缚下逃跑。然而下一秒，你身体一闪，瞬间回到了黑冰身旁。他在干嘛？打空气吗？黑冰摇了摇头，不知道，好像有点不太聪明。看见你瞬间移动，瘦弱男脸色大变，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做到的？然而你并没有理会，转头看向黑冰，现在弄死他不成问题了吧？黑冰依旧高冷且自信，当然你不出手，我也有办法杀了他，现在就更简单了。接着黑冰开始催动着体内的另一只蛊虫，霎时间空气中无尽的寒冷之气开始弥漫汇聚，最终竟构造出来一只寒冰凤凰。黑冰轻轻一跃，踩在了冰缝之上，一声清脆的鸣叫声，冰凤振翅一挥飞向空中。你内心是无比惊讶，没想到黑冰竟然还炼化了这么稀有的冰凤凰骨。前世的那位8级冰女也同样拥有一只冰凤凰，难道她真的是那位冰女？而瘦弱男的心都要凉了，平日里遇到一个会飞的都难，今晚却遇见了俩。瘦弱男本就不是黑冰的对手，再加上重伤，很快就被黑冰一剑斩掉手臂，得到寿命8万年。风属性蛊虫亲和度大幅度上升，随即你便让黑冰去帮光头佬等人。此时的光头佬整个人都已经被鲜血浸透，即便不是小泥人的对手，但依旧站在最前方，因为身后清洁工3人只是3级蛊师。黑冰从不喜欢说废话，加入战场后对着
小泥人就是一道冰霜剑气，一剑就将小泥人表面的泥土斩断了数层，掉下来无数土渣。光头佬见状大喜，趁机在其破口处又是暴力一拳，再次掉下了无数土渣。小泥人表情十分难看，他回头看向面罩男的方向，只见你正踩着面罩男的尸体冲着他笑。别以为你们围攻我就怕了你们，我若是全力防御5级古尸都很难破我的防。泥土之骨防御姿态合体，顷刻间无数的土元素开始凝聚在小泥人身上，覆盖了一层又一层的坚硬的泥土铠甲。而小泥人的双腿死死插入地下，源源不断的吸收着地下土属性能量。这一刻他的防御堪称无敌。黑冰眉头微皱，再次挥出一道冰霜剑气，可这一次只留下一道剑痕，但瞬间又被小泥人修复了。见到几人毫无办法，小泥人哈哈大笑，没办法了吧？你们绝不可能破我的防，我就是最强的盾。没有办法的几人下意识的将目光望向你。打扫完面具男战利品后，你只是淡淡看了一眼小泥人，走吧，进别墅内部吧，别管这个小土堆了，反正他也动不了。众人顿时恍然大悟，对啊，管他干嘛呀？见你们真的要走，小泥人顿时就急了，立马从泥土里站了起来，开始催动蛊虫。瞬间一道土墙挡住了你的去路，今天不杀了我，你们都别想走。你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有人求着你杀了他。被无视的小泥人瞬间恼怒破防，今天不杀了我，你们都别想离开。土泥风暴，顷刻间泥土化作数个锥形方块，向着众人砸来。十位当即催动体内紫色品阶的钢铁骨，防御钢铁之壁。瞬间一道钢铁壁垒出现，为几人抵挡着土泥风暴。白净月也在第一时间为10位套上了持久 buff。持久骨，紫色品阶能让受用者变得更加持久，消耗大幅度降低。而黑冰和光头佬更是反应极快的冲向小泥人，小泥人当即收起了全部攻击，再次恢复成了防御姿态，嘲讽道：“有本事就来杀我呀！”你目光望向小泥人，一双眼睛在顷刻之间变得猩红，万物同寿。与此同时，你体内的寿命开始飞速减少。当减少到7000年后，小泥人表面那坚不可摧的泥土竟开始失去色彩，仿佛没有了生机一般。小泥人瞪大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你到底干了什么？”这样的手段已经完全超脱了他的想象。在泥土消散的那一刹那，黑金和光头佬同时出手，直接重创了没有防御的小泥人。你手持剑骨直接插进了小泥人的心脏，得到寿命10万年，无属性蛊虫亲和力大幅度增加。按照林天海说的，叶维斯打开了一扇密室的门，里面琳琅满目，装满了古罐，全部都是紫色古罐，没有一个低阶古罐，而且中间还有一个绚丽夺目的橙色古罐。看到这绚烂的一幕，你微微一笑：“林董事长，您还真讲诚信啊，我还以为你会耍点花招什么的。”林天海苦笑一声：“在你们面前我怎么敢？现在古罐室已经交给你们了，如果你愿意放过我们夫妻俩，我会再给您转500亿作为赔偿。”说完，你进入古罐室，将目光望向了那个橙色古罐，古罐的信息立马显现了出来，这里面装着一只品阶金色的如故骨。看到信息的那一刹那，你内心深处猛然一震，这竟然是传说中的如故骨。如故骨金色蛊虫，蛊虫录中排名49，催动后可使人的状态恢复如初，无论受到多重的伤势，只要使用如故骨就能恢复如初，是最顶级的治疗蛊虫。如果将如故骨品阶培养至最高的话，更是可以随意选定时间节点来使人恢复到各个时期的状态之中。前世的如故骨落入了仙阁手里，这一世你没想到竟然有幸得到如故骨。橙色进化骨，金色如故骨，橙色以上的蛊虫被称之为仙骨，仙骨具备唯一性，遇到了绝对不可能让给别人。还有地下隐藏的剑修传承，小小的银河室内竟然隐藏着这么多机遇，这背后肯定不简单。在场除了黑冰外，几人全都双眼放光的盯着橙色古罐。这就是橙色古罐吗？还是第一次见到？你神色平静的将橙色古罐拿下来，看了看，很快便皱起了眉头。不愧是仙官啊，这个开启需要20万年寿命，你们谁有20万年寿命过来开一开？听到这个天文数字，众人嘴角一抽，难怪林家会摆在这里，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开启的。而且就算真的有20万年寿命，谁又敢赌？万一开到死亡谷就完了。橙色以上级别的古罐，基本上都是5级以上古尸才会开启的东西。见没人回应你，既然你们都不要的话，那这古罐就归我了。接着你心念一动，直接将古罐收进了储物罐中。随后你便开始扫描起了其他的紫色古罐，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一只死亡骨判定结果为生，一只紫色品质的人皮骨，炼化后可以化身成为别人的模样；一只蓝色品质的隐秘骨，变化后可以隐匿气息。你首先拿起了装有人皮骨的古罐，没有任何遮掩，直接打开，一阵紫色光芒绽放，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出现在众人眼前，竟然是紫色品阶的人皮骨，这可是能非常完美伪装的一只蛊虫。炼化人皮骨的人身高、长相、气息，任何地方都会进行完美的伪装。如果选择伪装成女人的模样，更是连男人的所有基本特征都会消失。你对着众人说道：“你们也选个古罐开吧，试一试运气。”说完，你顺手递给了白净月一个紫色古罐，里面装着一只辅助系的紫色蛊虫，很适合白净月。白净月笑盈盈的接过古罐，又是一道耀眼的紫色光芒闪烁，接着一只纤细白嫩的手显露了出来。抚摸之手，紫色蛊虫中最顶级的辅助蛊虫之一，我跟上面申请了好久都没有。小姑弟弟，你真是姐姐的福星啊！白净月激动的一把抱住了你，一旁的10位羡慕极了。小姑，我也相信你，你也给我选一个吧。你余光看向一旁的某个古罐，里面正好是10位需要的蛊虫坚硬，但你并不能直接拿给10位，这样太显眼了。自己能看穿古怪信息的秘密，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于是你将判定为生的死亡骨递给了10位，10位接过古罐，闭上眼睛，一边祈祷一边开启。刹那间，古罐绽放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当他看清古罐内时，瞬间脸色惨白，直接将古罐丢了出去。卧槽，是死亡骨！要知道死亡骨开出的概率非常低，平均10万甚至100万古罐中才有可能有一只死亡骨。好在死亡骨最后判定的结果为胜，10位浑身都还在不停的颤抖，差点就死了。我再也不敢开古罐了。叶维斯笑了笑，都叫你平时多做点好事，不听你仙
先缓一缓，哥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运气。你扫了一眼叶维斯自己选的古罐，无奈的苦笑一声。那个古罐中装有一个整蛊道具，开启的人会被泼一身凉水，让人感冒一整天。随着古罐开启，一大滩水猛然出现，直接泼在叶维斯的身上。叶维斯浑身一抖，立即打了一个喷嚏。不应该啊，一定是你那该死的霉运影响到我。几人全都哈哈大笑了起来。你回头望向黑冰，古罐还挺多的，你也选几个开开吧，看看运气如何。黑冰有些犹豫，似乎在思考这么做是否会违背他的职业道德，但最终还是选了一个古罐。开启一阵耀眼的紫光绽放，一只冰缩蛊虫浮现出来。紫色蛊虫可释放出一道长长的冰霜，对敌攻击释放出冰霜后，可选择穿梭至冰霜所在位置，并对周围敌人再次造成2段伤害。黑冰见此也激动了起来，他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想到竟真的开到了进化路上的核心蛊虫。谢谢你今夜这次行动，我不需要任何报酬，这只冰缩蛊胜过一切。你微微一笑，一码归一码，你的报酬我会继续结算的。黑冰深深地看了你一眼，说了声谢谢。看着还在郁闷的十位和叶维斯2人，你微笑道：继续开蛊吧。这一次你直接选了10个蛊罐，大手一挥，1万年寿命瞬间消耗，10个蛊罐在顷刻间被打开。与此同时，还有2道灾害被开了出来，杀人蜂群和杀人蚁群。在其出现的瞬间，你早有准备，随手一道水火雨将其全部消灭。看到你如此豪横的开罐手法，叶维斯嘴角一抽，接着你将装有爆炸蛊和坚硬蛊的蛊罐递给了叶维斯2人。这2个蛊虫正好是你们需要的。叶维斯和10位十分激动地接过蛊罐，做兄弟在心中，别的不多说，今后谁再敢欺负你，我就去把他们家房子炸了。10位也立即表明态度。从蛊罐室出来后，光头佬已经将林氏夫妇解决了，并且得到了他女儿还没死的消息。因为体质特殊的原因，我的女儿被一个神秘人带走了，而且似乎那个人就是林天海背后的保护。他们一直隐藏得很好，就连林天海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不过你并没怎样在意，林氏被灭门的消息放出去后，背后的人自然会坐不住。放心吧，你一定能找回你女儿的。光头佬对着你深深鞠了一躬，大佬您帮我报了仇，今后我光头佬这条命就是您的。叶维斯几人眼中都有些惊讶和些许羡慕，这可是一位4级强者的效忠啊。接着便该让局长大人来收尾了，拿起手机拨通了刘浩的电话。局长，我又杀人了，林天海一家被我灭门了。睡意朦胧中的刘浩瞬间惊醒，你疯了吗？林氏集团是银河市内第1制药集团，这事若是传开，影响绝对不小。刘浩揉了揉脑袋，想了一会道，算了，肯定又是他们家小畜生找你麻烦了。你等着我，这就让叶维斯他们3人过去，就说你们一起行动的法不责众。站在一旁的叶维斯3人面面相觑，这该死的局长，你苦笑着摇了摇头。局长，你还是亲自过来一趟吧，我们发现了林氏集团的一些秘密，也许他们死有余辜。黑冰并不想跟清道夫的人打交道，先走了。至于光头佬，则被你安排回到别墅。很快刘浩就带着大批清洁工赶到了现场。当他们看到地上的尸体时，全都瞪大眼睛。40多个3级蛊师，2个4级蛊师全都死了。这里是发生了星球大战吗？刘浩深深呼吸一口，走上前来说吧。闻言我点了点头，开始胡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离开小汤山秘境后，遭到了林家的刺杀，并且林家手中还有我的血缘指南针，我怀疑他们跟反人类势力合作。私下请示局长后，便与1分队的几人过来探索。刘浩浑身一激灵，你他娘的什么时候请示过我了？就这么把老子也拖下水了？不过他又不好反驳，毕竟根据他对其性格的评估，这小子最爱记仇的。接着你拿出血缘指南针递给刘浩，刘浩没想到竟然还真有这玩意。你继续讲述着经过。果不其然，在解决完林家蛊师后，我们在密室内发现了一个血库，里面存放着银河市内无数人的血缘信息，以及还有一个人体实验室。所以我判定林家就是反人类势力的前哨站，林家一家全是邪蛊师。最后一句话，你直接给林家定了罪。石伟也立即表示道：没错，我这人脑筋直从，不会说谎，我证明林家全部都是邪蛊师。叶维斯也附和道：众所周知，我与邪蛊师不共戴天。白静月也附和道：像我这么漂亮的妹子半夜不睡觉，自然是来执行正义的。刘浩下意识看了满地的尸体，嘴角不由得抽了抽，心里暗骂道：我看你们才像邪蛊师，跑到别人家杀了40、50个人，一个活口都没有。不过都是自己人，自然要袒护。刘浩很严肃地说道：我也闻到了邪蛊师的味道。至此，林家邪蛊师的身份被正式确认了。之后你便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别墅，反正现在第一责任人是局长，该怎么善后是他该头疼的事。回到别墅后，你第一时间拿出了橙色蛊罐，立即用寿命将其打开。顷刻间，一道耀眼的金光绽放，一股令人心悸的力量朝着四周散开。金光散去后，一只浑身散发着圣光的蛊虫出现在你眼前，正是如故蛊。你伸手将如故蛊拿在手中，不知什么原因，如故蛊对你没有任何排斥，反倒十分听话。一般来说，任何一只具备唯一性的蛊虫都会挑选蛊师，在遇到他们排斥的蛊师时，对方需要消耗更大的精力才有可能将其炼化。炼化的时间有可能是几年、几十年，也有可能是一辈子。当然，如果如故蛊排除自己的话，你一定会用一些特殊手段让其臣服的。几乎一瞬间的功夫，如故蛊就主动融合了你，整个过程比你炼化白色蛊虫都还要顺利。接着你直接将如故蛊升到了3级，蛊虫如故蛊品阶金色，等级3级，4级条件10万年寿命，一个蕴含着时间之力的紫色以上品质的物品。技能一人如故对目标人物释放，可以使目标人物恢复到健康状态，消耗精神力多少与目标实力状态相
式有关，可提前在目标身上设下时间节点，恢复时可以直接将目标恢复到记录时间节点时的状态 CD 12小时。技能2重如故可对目标补充释放，使目标蛊虫恢复到健康状态并恢复所有 CD。同一只蛊虫不可连续使用虫如故，在动用虫如故技能后，下一次技能 CD 恢复时间3天。望着4级条件，你若有所思，如故的力量果然是跟时间有关的，看来日后要多多收集与时间相关的东西了。接着你又将之前炼化的人皮骨升到了3级，蛊虫人皮骨品阶紫色，等级3级，4级条件10万年寿命，5张3级古尸的人皮，技能1人皮，人皮骨可以包裹住你的身体，改变你的容貌、身高、骨骼等一切特征，让你变成其他人的模样，并模仿其他人的气息。目标实力越强，模仿难度越高，可同时储存3张人皮，可随意在3种模样之中切换，切换无消耗为即时效果。技能2尾音改变声带结构，可伪装他人声音。你当即催动人皮骨试验起来，顷刻之间你变化成了身材魁梧的10位，就连说话时的声音都与10位一模一样。接着变成了叶维斯的样子，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老银币的笑容。稍微体验了一下人皮骨，你觉得很满意。潜入暗杀隐藏伪装的必备蛊虫，今夜的行动只能用大丰收来形容。邻家的人还怪好的，下一个邻家又在哪里呢？你一时想到了极乐世界，如果将他们一锅端了阴，该能得到不少寿命跟骨罐吧。不过想要覆灭极乐世界，至少需要6、7级的实力。希望邻家的后台和极乐世界的人能尽快来找我麻烦，被人杀的滋味还真是不好受。随后你将只有1级的进化骨拿了出来，现在还有20多万寿命，足够多，是时候该升级了。随着寿命的注入，进化骨也升到了3级，3级的进化骨同样也觉醒了2技能，技能2限时进化，可使一只其他蛊虫限时进化，得到随机能力随机变强，持续时间5分钟 ，CD 24小时。看完介绍，你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虽然限时进化只能持续5分钟，但这是一个上限极高的能力，具体进化后是龙是虫就得看运气了。如今我拥有着3只仙骨，分别是寿命骨、如故骨和进化骨，不知道这一次的天地评级会将我评为几级蛊师呢？没有过多思考，你立刻开始了天地正极。顷刻间，一道恐怖的天地气息降临，金色光芒缓缓从你身上扫过。评级完毕，评级为5级蛊师，即将发放3次天地奖励。你没想到自己竟然被评为5级蛊师，自己这个5级蛊师水分好像有点过于大。毕竟谁家5级蛊师的主战蛊虫是一只绿色蛊虫。紧接着一股无尽的天地之力涌入到你体内，十几分钟后你缓缓睁开了眼睛。当你看向3次天地奖励，更是瞳孔一颤，一颗剑心，一只一次性可操控的死亡，一次时光回溯的机会，生死时触发剑心，体内的力量强大到了近乎恐怖的地步，对蛊虫的掌控力更是达到极致。如今的你可以很轻松的屠杀4级蛊师了。你躺在床想着竟睡了过去，睡着后你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在梦里9级强者，人类之中的第一人带领着全人类与伟人和各种凶兽做斗争，最终你被身边的人背叛失败而死亡后，你进行了时间回溯。第2天醒来后的你自嘲地摇了摇头，看来这个时光回溯的能力还真是让我感到了激动，竟然会让我做出这么愚蠢的梦。到底是多蠢的人才会想着要拯救全人类？我的天赋可是神级嗜杀者。第2天一早，当你走进清道夫大厅时，无数道带着崇拜和畏惧的目光望向了你。就是他，就是这个新人带队覆灭了林氏集团，听说林家2个4级蛊师都被杀了。这时王大猛从人群中来到你面前，那个顾问，我为我们队员赵志平冲撞你的事向你道歉，是我没教好他。经过林家的事，王大猛彻底醒悟了，这家伙绝对不是好惹。见你沉默不说话，王大猛想了想，开口道：要不我把我们队的36弟之心玉姐介绍给你。话音刚落，你身后就传来一道妩媚性感的声音：王大猛，你想死是不是？对你的表情，刘月如很满意，她的嘴角微微勾起。你好，我是3分队的刘月如，很高兴见到你。你回头笑着看向王大猛，既然你都亲自过来和我和解了，那我们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不打不相识。王大猛十分得意道：那是当然了，我这个人最不记仇了。如果你想加入3分队，我现在立马让你当副队长。你微笑着摇了摇头，当副队长就不必了，不过是你说的不记仇。王大猛当即拍着胸脯表示：放心，我绝不记仇。既然大萌兄你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说完，你直接催动极速爆发步，瞬间冲向刘月如，然后一把捏住其喉咙，单手将其举了起来。看到这一幕，大厅内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这么性感的36弟他都能下得去手。王大猛瞬间暴怒：顾文，你想干什么？真当老子是好惹的吗？当着老子的面对我队友动手，是想死吗？王大猛的一只手臂猛然变得无比粗大，随后一拳挥动过来，刹那间你带着刘月如闪避了过去。你回头，眼神冰冷地望着王大猛，摇了摇头。此时大厅内1分队的人全都站了出来。王队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在我们1分队面前，没人可以欺负我们的新成员。王大姆闻言气得浑身颤抖，到底是谁欺负谁？刘月如都要被他掐死了。此时外面也传来一声大喝声：一码归一码，反正你动我们新队员就是不行，没人能欺负我们1分队的人。只见叶维斯3人走了过来，白静月看着你微微一笑：小顾，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嗜好，喜欢掐着人脖子。叶维斯看向王大猛认真道：王大猛，我劝你冷静，要不先听听顾文怎么说。他的身体突然化作一团粉色的烟雾，从你手中脱离，接着又在远处开始平复身体。你不屑地笑了笑：你们这些炼化双修蛊虫的女人，身上总是有着一股味道。闻言，在场所有人表情大变，刘月如竟然是邪蛊师，王大猛更是无比震惊，满脸的难以置信。月如，你怎么可能是？叶维斯邪恶一笑：王对你这么激动，莫非你和他有着见不得的关系？王大猛脸颊猛然涨红，不说你这是在诋毁我。刘月如看都懒得看王大猛一眼，而是一脸好奇望着你：我身上真的有味道吗？小弟弟，要不你凑近闻一闻。说完，刘月如还特意挺了挺身子。见状，你讥笑道：看来你对你的蛊虫很是自信啊，让身体化作粉烟消失是迷
烟蛊的能力，让我猜一猜，你应该还炼化了用于提升实力的合欢蛊吧？话落，刘月如眼神终于发生了变化。顾文，你已经上了我极乐世界的通缉令，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不过你彻底身死之前，姐姐会来找你的。这么好的鼎炉可不能浪费。说完，刘月如身体开始变得虚无，消失不见。整个过程你并没有阻止，现在你还不想暴露任何底牌，就算留下了他，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当着这么多人面前，也不好直接杀死对方，毕竟你真正想要的是对方的灵魂以及他身上所有的寿命。极乐世界让刘月如潜伏在清道夫，多半是为了迎合是地下的遗迹。此时王大猛心乱如麻，还处于懵逼状态。月如他怎么会是邪蛊师呢？叶维斯笑着打趣道：“还月如呢，我就说你们有一腿吧。”王大猛顿时面容阴沉，就算是我识人不明，也不是你一个3级蛊师有资格评论的。今日你们队长不在，我就好好替他教训一下你们。显然王大猛因为刘月如的事冲昏了头脑，一分队的顿时紧张起来，纷纷开始催动体内的蛊虫准备抵抗。王大猛见此冷笑一声：“一群蝼蚁，别说只是10几个3级蛊师，就是100个3级蛊师又如何？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3级跟4级的差距，凭你也想教训我们？”一分队化落水火之意猛然展开，居高临下的俯视着王大猛。王大猛面带讥讽的看你一眼，再多花里胡哨的技能，也仅仅只是一个2级武士而已，不堪一击。你眼中闪烁出冷光，水焰爆在手中瞬间成型，直接转向王大猛。5级后的你对蛊虫的操控细腻到了极致，原本需要几秒钟才能搓出的水焰炮，现在只需要1瞬间，威力更是今非昔比。王大猛完全没当回事，直接用他的麒麟臂对轰了上去，水焰爆猛然炸开，一股极强的冲击力瞬间将王大猛炸飞了出去，他的整条手臂都流着鲜血，里面的骨头更是粉碎成了渣。仅仅一招4级的王大猛就被秒杀了。这一刻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4级蛊师这么弱的吗？刘大脑因为刘月如的事被局长关进了禁闭室，至于你晋升到5级蛊师的事，你选择了隐瞒，而是宣称升到了4级，这也让叶维斯几人直呼自己是废物。另外，你从局长的口中得知，林家背后的人是清道夫的一位高层5级蛊师。然而你还没等来气报复，受潮却爆发了。此刻清道夫全员1级戒备，所有人都将被派遣到各处抵御受潮。一分队分为了3个小组，第一小组就是由朱宇带队，组员顾文、叶维斯、白净月10位，这是所有小队中最核心、最精锐的小组。对于你这个新人能加入最核心的小队，众人没有一个不服气的，毕竟这可是团灭林家一拳打飞王大猛的狠人。一小队的目标是进入红色区域最深处，清扫凶兽以及斩杀凶兽之中的兽王，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但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第2、第3小队则负责红色区域外围的战斗。至于李冷，由于实力太强，自成一队。布置完毕后，朱宇无比严肃地扫了众人一眼，都他妈要给我活着回来！很快，你们一行人就来到了蜥蜴山脚，在杀了一路的低等级凶兽后，众人终于来到了红色危险区域。这里的凶兽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程度，数万只凶兽全都在虎视眈眈盯着你们。好在绝大多数凶兽都是1级。朱宇眉头微皱，这次凶兽入侵的规模远比我想象的恐怖。然而你却望着凶兽们无比兴奋，接着你催动着体内的绿色蛊虫5级水火雨，顷刻间一道范围极广的水火之云出现，将这片区域的整个上空都覆盖。接着无比炙热的水火雨猛然落下，疯狂砸向下方的凶兽，火焰在那些低等级的凶兽身上，凶兽们立刻发出痛苦的哀嚎声，整个世界都被染成了火红色，场面无比壮观。你只感觉无数的寿命化作雨滴般融入到体内，刺杀者天赋也在不断发动，全方面提升着自己的实力。只可惜这些凶兽太弱了，并不能带来太大的提升。叶维斯嘴角一阵抽搐，小姑你现在到底有多强？我们是不是应该叫你大姑了？你微笑着看了一眼小白，没有小白的抚摸之手，水火雨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朱宇明显不信，少谦虚了，你现在就是我们一分队的第3战力。你回头望着朱宇微微一笑，谁是第2？叶维斯3人也露出玩味的笑容，然后很友善地问道：“那谁是第2战力呢？”朱宇顿时脸色一黑，刚想反驳，但却发现找不到任何理由，自己好像现在真的打不过这小子了。行了，行了，我是第3行了吧？就在这时，你表情认真起来。水火鱼只能筛选出最低级的凶兽，高级凶兽要出来了。你刚说完，一只3级凶兽就从火海中窜了出来，他们眼神中都统一的充满了愤怒。为首的是一只闪烁着蓝闪电的老虎，它的实力是3级巅峰，是其中实力最强的。接着你指挥道：“猪队那只雷老虎就交给你了，其他的3级凶兽就交给我们。”朱宇点了点头，我会尽快解决它，然后来支援你们的。说完，朱宇就对雷电老虎勾了勾手指：“大猫咪来战！”雷电老虎瞬间暴怒，直接朝着朱宇扑去。朱宇浑身同样爆发出雷电，向着雷电老虎冲去。这是一场雷电之间的对决。职位望着朱宇，不禁有些怀疑道：“猪队会不会打不过这只大猫啊？虽然它也是4级，但我总觉得它没那么强，没有队长和小姑的那种压迫感。”叶维斯也点了点头，我也觉得。白净月微笑道：“没关系，我会注意他的。如果他打不过，我会给他加 buff。”本来还觉得自己出场挺帅的朱宇，听到3人在背后的蛐蛐，他气得一口老血差点吐了出来。老子可是货真价实的4级强者，先别管猪队了，大不了等他快被弄死的时候，我们再去支援。现在我们的目标是那6只3级凶兽，这6只凶兽分别是钢铁巨熊王、碧源魅惑狐狸，以及3头蟒蛇风鹰和槟榔王。叶维斯拖了拖眼镜道：“正面战斗就交给你们了，我看看能不能找机会炸死几个。”你点了点头，正面就交给你们了，我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偷袭死几个。白净月也微微一笑，正面就交给你们了，我负责在后面给你们打辅助。10位脸顿时就黑了，哪特马的损友们啊，让我一个人去抗6只3级凶兽，你们当个人吧。只有10位受伤的世界达成了，看着6只虎视眈眈的凶兽不断逼近，即便他觉得自己是个硬汉，这一刻腿都有点软了。10位咬了咬牙，开始催动体内的所有蛊虫，只见他的身体忽然变大，接着皮肤全都渐渐化作钢铁的颜色，整
整个身体变得冰冷坚硬，化作了一个钢铁小巨人。这正是紫色钢铁骨的能力，能让自身化作强度极高的钢铁。与此同时，白净月的 buff 也套在了十位身上。6只凶兽此时也同时向着十位发起进攻。长臂猿拔起一棵巨大的古树，猛然朝着十位砸来。十位没有丝毫畏惧，直接挥动钢铁巨拳将古树打爆。此刻的他对着6只凶兽嘲讽地勾了勾手指，然而下一秒他就露出了猪哥般的笑容。好几个穿着清凉的美女突然出现在他眼前跳舞。槟榔王挥动冰霜利爪，趁机朝其抓来。感受到寒风刺骨，十位瞬间清醒过来，连忙后退，可还是被抓中了胸口。十位心有余悸地望向远处那只魅惑狐狸，刚刚正是被他魅惑住了。还没等他缓过神，剧毒3头蛇也张着血盆大口咬来，同时空中的风鹰也从上空俯冲而下。十位正要抵抗时，却再次被那只狐狸魅惑。这一次连钢铁之身都被解除了。叶维斯和白净月全力催动体内蛊虫，想要唤醒十位。十位，你清醒点！清醒蛊爆炸！然而十位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在5级3级凶兽的压迫下，他很难抵御那股魔力的精神魅惑。就在风鹰利爪即将抓在十位头上时，一道剑光寒芒闪过，风鹰的头颅瞬间被斩断，鲜血喷涌而出。出手的正是躲在暗处手持剑骨的你，得到寿命20300年。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剧毒3头蛇也一口咬在了十位的身上。看到这一幕，叶维斯和白净月心彻底凉了。剧毒3头蛇的毒素刺激之下，没人能挡得住，而你却仿佛没看见十位受伤一般，目光盯上了不远处的长臂猿，推动闪烁骨瞬间闪到长臂猿的身后，一发水焰爆当场将其炸得4分5裂，得到寿命18000年。接下来就只剩下钢铁熊、槟榔王3头蛇以及魅惑狐了。钢铁熊比较奔跑的慢先不用管，而魅惑狐狸对拥有7级精神力的你根本无效。你一双眸子望向3头蛇，眼中浮现出一抹冷色。该轮到你了。由于闪烁骨和急速爆发骨冷却还没好，你直接朝着3头蛇飞去。3头蛇眼神死死地盯着你，准备伺机而动。然而你还没到3头蛇的攻击范围之内，竟直接再次催动出一道水焰爆，蕴含着恐怖力量的水焰爆猛然朝其砸去。3头蛇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直接烟消云散。你微微一笑，水焰爆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 CD， 只要精神力足够就可以无限释放，寿命加19000年。此时十位在疼痛下也终于清醒了过来，摸着身上的2个孔洞苦笑道：完了，这次我好像真的要死了，你们记得帮我报仇啊！十位咬着牙全力催动着钢铁骨，他要在临死前发光发热，重新化作钢铁人的十位愤怒地冲向不远处的冰原狼，对着他就是一阵疯狂的捶拳。这种不要命的打法直接把冰原狼打倒。另一边叶维斯眼神也是冷得可怕，疯狂地催动着体内的爆炸骨，爆炸的气息在魅惑狐狸的脚下不断融合。接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响起，还在观望的魅惑狐狸直接被炸飞了出去。白净月则是不断在为十位治疗，想要清除其体内的毒素，但他发现根本就无济于事。看着十位一个人将冰原狼按在地上捶，你大吃一惊，这家伙还是挺猛的嘛。放心吧，十位，你死不了。说着，你伸出手指朝着十位轻轻一点，顷刻间一道金色的光芒照耀在十位身上，那些伤口开始缓缓消失不见。一旁的白净月呆若木鸡，这是治疗骨，小姑你要抢我饭碗吗？叶维斯摸着还微微发红的眼眶，下意识抽了下鼻子，白伤感了。接着你拿着剑骨对着冰原狼脑袋刺去，得到寿命31000年。现在就只剩下最笨的钢铁熊了。打了这么半天，这钢铁熊还没冲来，确实是慢得可爱。当你们3人如饿狼般的目光一同看向钢铁熊时，钢铁熊很识趣的转身就跑，你推动着水火之翼朝前冲去，一发水焰爆对着钢铁熊的后背就拍了过去，直接将其当场炸死。这是你新研发的招式，近距离的水焰爆完全可以当做掌心雷使用，得到寿命43000年。白净月故作哀怨的轻叹一声，看来哥哥是嫌弃人家的治疗能力不够，竟还要亲自炼化治疗补充，这一切都是妹妹的错，才让哥哥如此努力。你嘴角微微一抽，这怎么突然来了个白妹妹？叶维斯心中也是无比震惊。刚刚那一瞬间，他好像感受到了时间的气息，但他并没有打听，因为天才身上一般都藏着秘密。很快，朱宇也提着雷电老虎的尸体回来了。众人打扫战场时，你在树林里找到那只被炸得奄奄一息的魅惑狐狸，直接一剑结束了他的生命，得到寿命23000年。接下来就该去拿回我的御风骨了。为了防止御风骨被人趁乱拿走，你决定离开5人清扫小队单独行动。只有得到御风骨，才能合成飞剑骨，成为下一阶段的主战力蛊虫，这样你才算真正有5级蛊师的实力。很快你就来到了曾经的蜥蜴山秘境入口，此时秘境入口正闪烁着混乱的空间之力，任何生物都可以随意通过入口进出。李队和局长现在应该在秘境内修复秘境。你记得突破蜥蜴山秘境带队的第一只妖王是一只火属性的4级妖兽烈阳天牛，体内蕴含着一丝远古大妖的血脉，实力比一般的4级妖兽更加强大。上一世是清道夫，数位队长加上刘浩一起出手，才将烈阳天牛镇压拿下。而现在你想试试全力爆发的自己，能不能单独拿下烈阳天牛？正当你要进入秘境时，突然感知到一群人正在快速靠近，你立即运转隐身骨和隐秘骨隐藏在暗处。不多时，6个黑衣蒙面人就来到秘境入口处，其中等级最高的为3级巅峰，为首的黑衣人大手一挥，所有黑衣人一同开始催动着体内的蛊虫。很显然，他们想要将秘境入口彻底破坏，这样秘境修复的难度将会成倍上升。即便勉强修复成功，入口也会变得非常不稳定，且很容易再次被破坏。看到这一幕，你嘴角露出一抹笑。背后操控棋子的人终于现身了，能在这里破坏入口的人，只可能是与2个月后那场危机相关的人。只要抓住他们，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下一秒，你直接闪烁到黑衣人身后，一发水焰爆瞬间成型，直接对着为首的黑衣人后背拍去，水火之力爆发，黑衣人老大和就近的2人当场死亡。接着你剑指向剩下3名黑衣人，和善一笑，投降或者死。
三人面露犹豫，他们不是死士，面对这种恐怖的敌人，并不想白白送死。3秒之后，你再次挥剑，又是一颗人头落地。我只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让我知道我想知道的一切，我就放了你们。还有，我不喜欢撒谎。2人心脏颤抖着，连忙点头答应。你们来自什么势力？2人对视一眼，没有任何犹豫。仙阁。听到这个答案，你皱起眉头，目光冰冷。我说了，我不喜欢撒谎。2人脸色骤然发白，浑身颤抖着。你们就是仙阁的。本来你只想炸一下的，但2人害怕的模样已经说明了一切。在死亡的威逼下还敢撒谎，体内应该是被种下了某种禁忌的蛊虫。那么让我猜猜看，你们到底来自哪里？阎王殿暗杀者协会，或者是清道夫？当说出最后3个字的刹那，2人表情骤变，像是某种不可说的词汇被触发了一样。紧接着2人脑海中一个蛊虫正在不断扩大，仿佛要爆炸一般。下一刻7级强者的精神力猛然爆发而出，滚出来！2人脑中的蛊虫立即停了下来，开始不断缩小。然而这时蛊虫身上一道光芒，蛊虫再次不受控制的飞速膨胀起来，显然是主人对蛊虫发出了命令。精神力强的人虽然可以震慑住大多数蛊虫，但如果主人对其发动了控制，那么则很难直接让别人的蛊虫失效。正当你打算放弃2人时，你心脏处忽然浮现出一道猩红色的光芒，下一秒2人脑子蛊虫飞速缩小，随后从其耳朵中钻了出来，猛然炸开。你内心无比震惊，这是寿命蛊的力量，它竟然能直接绕过对方主人命令其他蛊虫。看来红色蛊虫还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很快你就从2人口中知道了所有的情报，他们是隔壁天闪市2分队的清道夫，2分队全体上下已经被一位清道夫的一位上层给收买了，并且每个成员脑中都被种下了噬脑蛊。2分队的队长名叫杨泰，4级巅峰的实力，拥有一只紫色重力蛊，在他重力领域内4级中很少有敌手。而天闪市的局长则是个整天想着天下苍生的老古董，2人非常不和谐，经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你若有所思，2分队经常给上面大人物做事，天闪局的局长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这样看来，这个局长倒是一个可以合纵连横的对象。接着你为了保险起见，用强大的精神力直接将2人体内的所有全部灭杀。今后就当个普通人吧，这是你们活着的唯一机会，在这里等着会有人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然后你给光头佬发了一条信息，这2人将会成为你隐藏在暗中的一颗棋子。刚进入秘境没多久，你就发现了烈阳天牛的踪迹。4级的烈阳天牛正带领着牛群漫步在森林中。作为4级凶兽，他准备先让其他凶兽冲锋，先去消耗外界人类的有生力量。关键时候，他在率领他的烈阳天牛出击。望着下方的烈阳天牛群，你直接丢出2个大招：水火与水焰爆。虽然同为火属性，但并不代表火焰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只要火焰强度够高就行。顷刻间，水火雨降临，紧接而至的水焰爆更是在牛群中猛然爆炸，竟直接将众多烈阳天牛炸成了一堆牛肉，满地的牛腿、牛腱子、牛里脊、牛舌，香味四溢，看得你都不由得有点饿了。4级的烈阳天牛看到这一幕，瞬间红了眼，浑身火焰疯狂燃烧起来，头上的双脚也在刹那间变红，涌动着燃烧之力。一声怒吼后，他直接向着你狂冲而来，这就红温了。我又没吃你家牛肉，你可没傻到跟他正面对抗。水火之翼猛然展开，直接飞上空中，同时2道水焰爆也一同丢了出去，轰的一声，地面都被炸出了一个大坑，烟雾缭绕。然而吃了2道水焰爆的烈阳天牛就跟没事牛一样，依旧对着空中的你疯狂的么么叫。同为火属性，它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火焰抗性，再加上4级的身体强度很难破防。思索片刻，你决定试验一下进化蛊的新技能。目前你战斗类蛊虫主要有2个，一个3级的蓝色剑蛊，一个5级的绿色水火蛊。你最终决定进化水火蛊，限时进化。随后你眼中冷光一闪，立即催动进化蛊，顷刻间一道金色的光芒覆盖到水火蛊体内。3秒后，水火蛊体内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水火蛊已随机进化为元素蛊，元素蛊品阶红色，检测到世间暂无人拥有，可限时进化，持续时间5分钟。技能1元素之力，可催动天地之中各类元素之力，进行攻击、防御、辅助等各种操作，亦可同时催动多种元素，同时做出各种行为，上限与蛊师精神力有关。技能2元素免疫，元素类攻击对你无效。技能3元素之子，身体可融入元素之中，化作世间一切元素，与真正的元素无任何不同。技能4元素寂灭，催动世间所有元素进行融合，相互搭配，相互增强，释放出一道极强的元素爆炸，让一切寂灭化作虚无。在元素蛊信息出现的一刹那，一股恐怖到让人窒息的能量直接疯狂地冲入到你体内，你感受到了一股空前强大的力量，仿佛举手投足之间就可操控世间一切元素。然而此时你内心更是无比震惊，这真是进化蛊能进化出来的蛊虫吗？有问题，这里面绝对有问题。接着你心念一动，将元素蛊召唤了出来。元素蛊的本体是一个透明的球，球本身的属性元素正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没有一种固定的形态。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特殊地方，但只要稍微用精神力感受一下，能感受到一股恐怖且令人心悸的力量。元素蛊十分友善乖巧，他用元素之力勾勒成一个笑脸，对着你嘻嘻一笑，接着又用元素之力写了2个字：你好。看着手中的元素蛊，你心底也产生了一股亲切感。你伸出手摸了摸元素，元素蛊立马勾勒出一个看起来很舒服的表情，你心中十分惊讶，红色蛊虫智商都这么高的吗？接着望着下方的烈阳天牛，嘴角泛起一抹怜悯，这头牛还真是倒霉啊！你操控元素蛊想要释放一道水元素给它灭火，下一秒天空中忽然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缝，裂缝之中无尽的天水宛若银河倒灌一般，直接对着烈阳天牛冲刷而下，场面无比壮观。看到这一幕你又懵了，你本想召唤一道水柱，但没想到元素蛊竟然这么霸道，直接召唤出了一道汹涌澎湃的瀑布，瀑布之下烈阳天牛直接被浇成了一滩肉泥，上面还立着一个紫色蛊冠，得到寿命18万年。火属性兽类蛊虫亲和力提升，你嘴角微微一抽，
抽，这就结束了，随手一招就被秒杀了吗？你想过红色元素骨会很强，但你没想到竟然会强到这种地步。对比之下，同为红色的寿命骨就显得有些不那么起眼了。你忽然意识到这也许是个好机会，必须好好利用一下。元素骨持续的这5分钟，图谋银河是地下传承的那些人，既然想要通过秘境的凶兽摧毁银河，是那我就将整个蜥蜴山秘境摧毁，看对方如何应对。我亲爱的局长，你再也不用辛苦的封印了。7日之后，蜥蜴山秘境没了我说的，在元素骨的神力之下，你化作了一阵风，来到了秘境深处。这个状态的你与隐身和隐秘的状态完全不同，后者实际还是实体状态，可以通过特殊方法被发现会受伤，但是风不会。即便有人猜到你化身成为了风，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束缚。只可惜元素骨只能持续5分钟。你也尝试过用重如故记录如今的元素，可惜3级的金色如故骨还无法记录5级的红色元素。很快你就在秘境中看到了刘浩等人，他们正在收集秘境入口的碎片，这是修复秘境的关键材料。刘浩的表情十分严肃，加快速度。秘境内那个5级妖王正在苏醒的边缘，一旦被他发现，我们全都得死。王大猛冷哼一声，不爽道：“最近奇怪的事太多了，一切都是从那个该死的小子来开始的。”3分队的萧瑟调侃道：“身为队长还这么小肚鸡肠，若不是人家提前发现你们队的36弟有问题，后面出大事了，你死了都难以谢罪。”就在此时，空中忽然刮起一阵怪风，直接将王大猛整个人都撞飞了出去，摔了个狗吃屎。其他几人全都表情古怪的看着他：“你一个4级古尸竟然被风给吹倒了！”萧瑟更是直接嘲讽道：“看来你真的是被36弟吸干了，风都能把你吹倒。”王大猛顿时面红耳赤解释道：“刚刚那股风有问题，很怪，像是一个人对着我正面冲来一样。”萧瑟更是哈哈大笑起来：“人在哪呢？需就多补废物，我们怎么都没被吹倒？”局长刘浩也是眉头一皱：“王大猛，这次任务结束后，我觉得有必要给你做一个精神评估。一阵风能直接把你吹倒，我觉得你心里可能出了问题。”王大猛身体颤抖，气得差点一口血吐出来，他不知道这究竟要怎么解释。暗中化作风的你使劲的憋笑，只有冤枉你的人才知道你有多冤枉。望着王大猛，你一双眼睛微微眯起，到现在这种时候还在背后诋毁我，这种怀恨在心的定时炸弹，还是早点解决比较好。所以王大猛，你还是去死吧。接着你暗中催动土元素，王大猛所在的位置顷刻间出现一道沟壑，深不见底。刘浩立刻大声提醒：“大猛小心，可能是秘境入口被毁导致的空间不稳固，快离开那！”王大猛第一时间也反应了过来，刚要发力准备跃起时，忽然脚下一软，重心不稳，整个人朝着裂缝之中坠去。身为4级古尸的他立刻调换身形，想要抓住石壁，可石壁却突然变得松软无比。接着空中又出现一股怪风袭来，把他往最深处吹去。隐约中他看见顾文的一张人脸飘在空中，对他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却令人发寒的笑容。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原来都是顾文搞的鬼。死亡来临的前一刻，他终于感受到了后悔，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在王大猛跌进地下的刹那，地面上的泥土也在瞬间愈合，一切都仿佛不存在一样。我叫王大猛，曾经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光荣的清洁工，保家卫国，成为人类中的英雄。但自从刘月如来了之后，我开始沉迷于女色态势，认为强者就应该骑在弱者的头，开始认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开始将内部的机密不当回事，随意的透露给刘月如。我成为了曾经最厌恶的那个人，我背叛了信仰，我死有余辜，得到寿命13年，右臂能力得到增强，力类古虫亲和力得到增强。目睹整个过程的刘浩等人全都目瞪口呆，刘浩心中更是无比难受。王大猛是他看着一步步晋升到队长的，对他的喜爱不亚于李冷。2秒之后，刘浩率先振作起来，大猛用生命为代价，为人类探索了一个新的未知信息，我们不能辜负他继续行动。你神色平静地望着众人，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活着，只能怪他自己了。用这种变态的方式杀王大猛，只能说是杀鸡用上了导弹。你其实想要试验元素骨的上限，但是实验证明元素骨几乎没有上限，又或者说如今的自己还实验不出元素骨的上限。接下来该轮到那只5级妖王了。